委屈巴巴的靠过去，说不清这会儿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丫头来了，怎么了？不高兴了？没有不开心。蓝草闷闷的把头靠在丰年的胳膊上，丰年可不相信他的话，他抬手揉了揉靠在自己胳膊上的小脑袋，将蓝草的脸抬起来，这才看到他有些湿漉漉的大眼睛。哭了？是不是生气大叔刚刚没有告诉那人你就在这里啊？没有。丫头再次低下了头，一只小手不安地拨弄着衣服上的带子，就是觉得有些失望，他过来居然不是找我的。丫头，你听我说，刚刚没有对他说出你的下落，大叔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丫头，你身上的秘密太多，会让那些心智不坚的人起贪念的，所以能够待在你身边的人必须是那纯善至善、有明理之人。如果被那心怀不轨的人发现你的不同之处，只怕你会被人圈禁起来折磨，甚至这条小命也会保不住的。知道白霜为什么会被送走吗？也不是说他不好，当年他跟我上山，尽心尽力的照顾丰收，这没得说。只是有的时候拎不清，就像他那样不顾一切的想见自己女儿的样子，容易给你带来麻烦惹祸的。所以像他那样的人不能够留在你身边。白姨现在在哪里？我把他安置在一个较远的庄子上，在那里专门种植草药，他也可以研制一些新药什么的。而且他在那里成了家，说不定不久之后就会重新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丰年知道这丫头一直惦记着白霜，这次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将那人的下落讲了个清清楚楚。真的？那白姨过得好吗？她开心吗？这是蓝草最关心的问题。不管后来白霜做了什么，当初自己刚上山时确实受到了他许多照顾。当然开心，那里有他亲生的孩子，有他喜欢的草药，怎么能不开心呢？他人很好，只是不适合继续在咱家。今天我是故意没有把关于你的事情讲出来，一来呢是姓蓝的那家人之前让你遭了太多的罪了，二来是咱们都不了解这魏康的性情，万一他跟老蓝头还有蓝安庆一个德行，那岂不是又害了你吗？当然，如果他们一家真的疼你、对你好的话，大叔自然同意你去认他们，以后你就跟丰收一样有2个家。丰年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这让蓝草之前心里的一些小别扭慢慢散去，眼泪也不自觉一滴一滴往下掉。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什么事情都替自己想到了。大叔，谢谢你。傻孩子，该大叔谢谢你，是你救赎了整个丰家。如果没有遇到，大叔现在还被困在山上呢。为了丰收的病发愁，也不会找到丰盛，父亲也不会被救，你才是整个丰家的恩人呐。丰年说着，又揉了揉蓝草的脑袋，将他的头向自己靠了靠。这孩子实在是让人心疼。然后蓝草尴尬地发现，我的鼻涕眼泪全部凑到大叔的胳膊上了，这可怎么办？他原本还有些感动的心情，一下子被眼前丰年身上的一坨脏污给驱散了。绯月虽然这会儿守在正厅外面，但是他将里面2人的对话听了个清清楚楚。没办法，谁让他的耳朵好使呢？就在他好奇地回头看时，透过半开的窗户就看到自家姑娘靠在丰年胳膊上，2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如果不是知道2人的底细，还真的以为他们是亲父女。这个丰年是真的尽心为姑娘打算，其实这样也好，不着急认亲。姚家那些人就算魏康是个好的，会认这个女儿，但是姚慧欣呢？还有姚家其他人呢？要知道魏康之所以入赘到姚家，正是因为姚家没有儿子。同样的，成亲这么多年，魏康夫妇没有再添丁，姚家其他人能同意认一个丫头回来吗？在丰年派人关注姚家的时候，他已经将那家给查了个底调，他们家的情况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嫡之弱，旁之强，有许多旁支早就想将姚家夺了嫡之的产业，谁让他们家只有一个让人瞧不上的赘婿呢？而且还只有一个还不懂事的奶娃娃，好控制得很。绯月可不乐意自家姑娘去那样的人家受苦，哪有在丰家当大姑娘自在？在他看来，虽然丰年这人不怎么样，但是他至少是全心为姑娘打算的，这就够了。就在他看着屋里一对妇女发呆时，丰盛从外面返回了。他虽然有些疑惑，绯月怎么站在外面，一进到正厅就见到丰年正在低声哄着小丫头，紧接着他便扫到大哥胳膊上的印记，就知道蓝草跟自己猜想的一样，回来找丰年哭鼻子了。小草，你没事吧？没事，小叔，我现在很好。大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他想知道自家大哥对于魏康是个什么看法。我已经让人盯着姚家了，看看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女儿的遭遇之后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其他事情以后再说，午后带你们去看戏，这可是小丫头最喜欢的，趁着还有时间就多陪陪你们2个，你俩也好在府城好好的玩上几天。好耶，我还想去看前天的戏。蓝草被丰年安慰了这么长时间，心里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难受了。大哥，我想去姚家看看。丰盛在蓝草身上没有见到刚收到的那块玉佩，就知道被他给藏起来了。他一定很宝贝那块玉佩吧？我要去看看那姚家人配不配得上小草的这份心意。我已经派人去了，可是我知道你的想法，你们都放心吧。如果姚家不是良善之家，我肯定不会答应让他回去的。丰年哪里会不明白丰盛在想
想什么，毕竟小丫头可是他们的家人，怎么会轻易托付给完全陌生的人家呢？你马上就要去西北了，如果是这丫头自己想回去呢，我要不要让她也离开啊？万一她在姚家出什么事，我怎么向大哥交代？就算我马上要离开府城，这事儿自然还有人继续查探。哎，自己终究是亏欠了2个孩子，等自己离开之后，就只能拜托绯月多照顾他们了。他相信国师府出来的人不会那么简单。刚刚我过去拦你们，给他一个竹筒也是有想法的，毕竟他是我的生身父亲，不管以后我和他认不认，就当是报答了他的生育之恩，以后也没什么牵扯。如果他们姚家有心的话，肯定能打听到我还活着，自然有相认的那一天。兰草一直捏住随身带的小布袋，他能感觉到里面装的那块玉佩硬硬的。不是，你们说什么？小丫头刚刚去见魏康了，原来自家这小丫头还做了别的事儿啊！然后兰草从布袋里拿出玉佩，又将他之前拦住魏康的事情说了一遍，并且讲了自己的想法。我家丫头做的没错，走，带你们看戏去。再过2天我就要离开府城了。蓝安庆，王氏，我杀了你们！说什么病死了，居然是扔进山里了，扔进山里了！哈哈哈哈！蠢，我真是蠢，女儿，我的女儿啊！哈哈哈哈哈！魏康回到姚家之后，径直回了主院。他打算第一时间把刚刚听到的事情讲给姚慧欣听。老爷，夫人正在小憩，您不能进去。滚开！魏康这会儿心里正燃烧着一团火，哪里还有平日的半分理智？老爷，你怎么？现在姚家是你一个小小奴婢说了算的？啊！一向温和有礼的老爷发起火来，真是太吓人了。你一个大男人跟他们置什么气啊？都是伺候多年的老人了，总要留些面子的。这人才出门半天，怎么回来就发这么大的火？哼，那些下人的面子可真大，直接将我这个当家老爷拦在门外，还想拉扯我，是不是以后想见你，得先经过他们同意？虽说自己是入赘姚家的，但是那些下人也太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了。你说什么胡话？他们只是怕你伤到我，哪里有什么坏心？伤到你？这么多年我可曾伤过你？那天不是小心翼翼供着，生怕惹你有半分不快。你……魏康感觉自己特别窝囊，每天不光要尽心尽力处理姚家的产业，还要时时去后院听老太爷教诲，同时还要忍受姚家下人的各种监督。算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家这夫人虽然强势了一些，事事都听老太爷和身边下人的，不过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我还是不要跟他吵了。毕竟今天有正事要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那些下人也是为了我好，老爷就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了，我会教训他们的。姚慧欣见到魏康的脸色确实不好看，也意识到自己刚刚说话不中听了，赶紧改口。今天有正事跟你说，之前王氏说的关于陈二的那事儿，你怎么看？怎么又提起那个贱人了？不是已经被活埋了吗？敢拐带我的陈儿，简直就是找死！怎么，你后悔了？我后悔什么？现在恨不得把人刨出来便是。魏康咬牙切齿地说，他现在后悔的是王氏死得太利索了。那你什么意思？姚慧欣见魏康并不是同情那个女人，便放下心来。你忘了那个王氏说陈儿不是咱们的儿子？他胡说，陈儿怎么可能不是我们的儿子？那个王氏就是穷困潦倒了，想要劫持陈儿威胁我们，那种人说的话你也信？不是这样的，王氏只怕说的没错，我今天去了风。老爷，老太爷请您过去。只见刚刚被魏康推倒在地上的丫鬟已经站在内室门口，她的身边站着老太爷身边的王嬷嬷。我和夫人有话说，一会儿再去老太爷那里。那丫鬟一点都不打算退缩，依旧高傲地说，老太爷请老爷马上过去，有要事相商。老爷还是过去吧，要不然老太爷该生气了。魏康深吸了一口气，嘲讽地对上姚慧欣，看到没有，这院子的猫儿狗儿受个委屈，立马就能让老太爷给他出气。也罢，就去老太爷那里走一趟，刚刚说的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姚慧欣被魏康一句话弄得面红耳赤，一时竟然没法反驳对方的话，而且刚刚很得意的丫鬟这会儿更是将头高高昂起，不可一世地看着魏康的背影。你去老太爷那里了？奴婢见老爷气冲冲进来，怕他会伤到你，这才去后院的。混账！什么时候我房里的事由着秋果你这个下人来做主了？是不是我房里每发生一件事，你都要去告诉老太爷一声？夫人冤枉，奴婢冤枉啊！是老太爷关心夫人，害怕夫人被老爷欺负了，这才让奴婢事事禀告的。哦，他盯着对方看了许久，自己平时虽然强势，但是从来不会这样下自家男人的面子。这人是父亲身边王嬷嬷的侄女，跟在我身边伺候好些年，没想到他的主子并不是我，居然连一点点小事都要报到父亲那里。
想必今天老爷到了后院之后，又少不了一番责难。看来是得注意一下院里的下人。飞月，我们晚上去姚家看看吧。是，听姑娘的。你都不拒绝吗？兰草有些奇怪，这事儿如果跟丰年说的话，他很大可能不会同意。怎么绯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您是我的主子，这没什么好疑惑的。绯月说的理所当然，自己听主子安排没有错。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你的主子了。兰草还是有些疑惑。主上不是带给姑娘一个荷包吗？他说姑娘一看就明白了，怎么奴婢看姑娘的意思似乎是不太明白。那荷包我倒是认识，就是有些不敢相信他居然……兰草想说的是，自己的遭遇已经很奇特了，没想到居然有人跟自己一样。主上之前说过，您跟他似乎是师出同门。同门。兰草轻轻念着这两个字，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国师府的特别关照，肯定是爷爷的原因。记得在山上时第一次见到那个妖孽男人，他说曾经给我的爷爷也叫爷爷，还说小时候没少挨老头的揍，是不是对方小时候有着跟我一样的经历？兰草不自觉地想象着，一个孤苦无依的小男孩独自生活在大山里，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然后他跟着老爷爷学了许多本领，最后一步一步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许多年后，已经站在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正在看戏的丰年正打算像往常那样跟兰草讲戏，才刚一扭头就看到了绯月的笑脸，惊得他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有些回不过神。没想到这个冷冰冰的女人还会笑。我确实是草率了，也没有给绯月赔礼，总不好每一次见面都剑拔弩张吧，让两个孩子看笑话。秦川，秦川，你们什么时候到府城的？秦老爷和你们二少爷可来了？大少爷安，风大爷安，风姑娘安，我家老爷和二少爷都到府城了，今天才安顿好，就派小的过来送帖子，想明天来府上拜访。那可太好了，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回去看父亲。丰盛得知秦老爷已经来了府城，一来是为了孝道，二来则是因为过2天自己就要离开府城了。对了，风大爷，我家二少爷跟我一起来了，他这会儿已经在里面了。哥哥回来啦！救命啊，小豆芽，快管管你家小白！爹，快救我，这小白太沉了。他面对小白还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大爷，秦少爷这会儿在主院呢，小白我们也没办法。什么秦少爷，在咱们家就是大少爷，万管家没跟你说吗？丰年不满地白了刚刚开口的那个下人一眼，真是个没眼力见的，我们丰家就没有秦少爷，只有二爷和大少爷。是，小的说错了。爹，大哥，快救救我！小草，快把小白弄进来，他咋就这么记仇呢？光欺负我！丰收见到几人进院子，一下子委屈的不行。小白快起来，这家伙怎么回事？一个劲儿的把白菜往丰收怀里塞。丰收，你没事吧？小白啊，快把白菜收起来，他不爱吃。还是丰年一眼就看明白小白的意思了，这怕是长时间没见丰收，这才想着把自己最喜欢的白菜给他吃吧。丰收啊，小白请你吃白菜呢。爹，你看大哥，他笑我。叫什么大哥？这可是丰家，你得叫小叔。丰盛这会儿也觉得自己不厚道，不过他可不会承认，而是赶紧转移了话题。小叔。丰收这会儿也意识到了不妥，自己在丰家可是丰盛的侄子，叫小叔还真是没错。咱家就这么几口人，这称呼还真是够乱的呀。你们在秦家就兄弟相称，回家就是叔侄。是爹，知道了，大哥。不错，你这小子这几个月啊，看着长高了一些，不过还是有些瘦，得好好的吃饭，功夫呢也不能落下，不许偷懒啊。丰年上前拍拍丰收的肩膀，爹，我现在吃的可多了，不过就是不长肉，功夫方面也没有偷懒。你真的坚持练功了，那还能被小白压着动不了？丰盛作为同龄人，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丰收大概并没有那么刻苦练功。哪有，我现在的身体确实壮实了很多，每天都坚持扎马步打拳。哦，那一会儿得试试你的功夫，要是发现你偷懒了，那可是要罚的。丰年知道丰收的身体能够恢复都是兰草的功劳，他不愿对方一直不练功，反而让身体没那么好，浪费了小丫头的一片心意。对，之前小白就是许久没见哥哥了，才那么热情要把白菜送给他，可不是哥哥打不过小白。兰草也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了，走，快进屋。丰收这一路上也累坏了吧？我让人摆饭，你也尝尝家里大师傅的手艺。丰年这会儿见到家里几个小的全都在场，心情也特别好。姑娘，这大少爷是……你居然不知道大叔有个儿子？不是来之前你都把家里人查了一遍吗？你们国师府的人不是早就把
把我家查清楚了吗？他不是有个弟弟吗？怎么还有个儿子？我们这次只查到府城，还没有来得及往清溪镇查就过来了。那是你不知道，没准其他人早已经知道。毕竟我第一次遇到国师府的人，可是在清溪镇的山上，相信他当时一定把我身边所有人都查了一遍。这一点兰草非常自信。再说了，哥哥虽然是家里的大少爷，也是大叔从小养到大的，但是他却不是大叔亲生的孩子，只是有人把哥哥和小叔换了，才造成这样的局面。现在虽说他还是家里的大少爷，但是却是生活在秦家的时间长些。兰草耐心地给斐月解释着家里几口人的关系。难怪你们几个的称呼那么乱，一会儿叫大哥，一会儿叫小叔的。2大1小3个人影从封家后墙翻了出去，引入夜色里。魏康今天在后院老太爷那里待了一整个下午，先是被老太爷敲打了一顿，然后又看了一堆陈年旧账。他从后院回到主院时，整个人都有些头晕眼花。老爷，你回来了，父亲有没有为难你？没事，看来家里一些旧账耗费的时间有些长，夫人等急了吧？魏康并没有说得太具体，这些年他都已经习惯了老太爷的掌控欲，习惯了他对自己的各种刁难。老爷先洗漱一下，喝杯茶，我这就叫人摆饭。现在姚慧欣似乎明白了许多，自家男人在父亲那里估计也不好过，毕竟如果父亲放心的话，就不会让秋果去汇报主院的一举一动了，只希望父亲不会太为难人就行。好，我先歇会儿。自己则心疼地走到刚刚端过来的一盆热水旁边，拧了个热帕子，轻轻放到魏康的额头，然后给他轻轻擦拭。你受委屈了。兰草几人来到姚家的时候，魏康2人已经吃好饭了，3人一溜趴在屋顶上，将自己面前的瓦片接起来往里面看。老爷，你今天怎么吃那么少？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请大夫？没有，我很好，不用请大夫。这哪里是身体的问题，完全是因为今天去了封家，听说亲生女儿曾经的遭遇才吃不下。那我就放心了。老爷今天还没看过程儿吧？你之前说的是……姚慧欣一直都惦记着这事儿。哎，程儿我就不见了，先说说之前去封家打听到的事情吧。封家？什么封家？就是府城最近颇有盛名的封副将，他就是清溪镇人。我今天去拜访了他。什么？你今天都打听到了些什么？姚慧欣不自觉攥紧了手里的帕子，她已经想到自家男人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外面的人……魏康说着，意有所指地向院子里看看，他不想2人在内室说的话，下一刻就传到老太爷那里。秋果被我打发回家休息了，明天一早才过来，其他人也让他们下去休息了。封副将也不清楚王氏的女儿是不是亲生的，但是那个孩子在家里过得很不好，经常挨打不说，最后还被那家人给扔进深山里了。啊，扔进深山了！姚慧欣一下惊呼出声，怎么会有那么狠心的人？他不是要了那孩子的命吗？天可怜见的。这事儿整个东河村的人都知道，村里人还组织一些人连夜进山找人，结果魏康端着茶杯的手同样也在颤抖。哪个爹娘忍心这么对待自己的亲骨肉？那孩子八成不是王氏亲生的。那姓王的贱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们的女儿，那程儿……姚慧欣不敢深想，整个人感觉头晕目眩，凳子也坐不住了。夫人，夫人！魏康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他知道自己说了这事儿之后，夫人一定会受不了。可是没想到直接将人吓瘫了，他赶紧将人从地上抱起来之后，焦急的又是顺气又是喂水，忙活了好一阵，对方才清醒过来。老爷，王氏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究竟哪一个才是我们的孩子呀？姚慧欣这会儿无比混乱，心里只有无尽的恐慌。我怕呀，老爷，如果那孩子是我们的亲女儿，那她该有多苦多疼多无助。还有程儿，咱们养了她那么多年，她怎么就不是咱们的亲儿子呢？我以后要怎么面对程儿？这心里头也不舍呀。不，这不可能。我生程儿时，王嬷嬷一直守在旁边的，她不可能看着王氏换孩子的。老爷，肯定是那王氏重男轻女，才那样错摸一个孩子的，是那一家子人恶毒，是那王氏贪得无厌，想用程儿威胁咱们，他想要银子。姚慧欣这会儿其实已经有些相信王氏的话了，毕竟没有哪个当娘的会把自己几岁的亲骨肉扔进深山，让他自生自灭。他的思绪已经开始混乱，嘴里一直絮絮叨叨。夫人，你冷静些，别这样。这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了，下一刻老太爷就会派人过来换我们去后院。你想我跟他老人家怎么说了吗？魏康着急的一把捂住姚慧欣的嘴，瞬
顺便给他顺顺气，又慌忙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喝，好不容易才让对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整个人也没有之前那么激动。算了，还是先把人稳住才行，可别闹大了，再让老太爷横插一脚，可就不好了。老爷，一定是王氏想要银子才故意那样说的，成儿不是他的儿子，对不对？魏康见姚慧欣的状态稍微好了一些，也不敢跟他反着来，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往下说。夫人说的对，既然夫人生产时王嬷嬷一直守在旁边，那人一定不会让换孩子的事情发生，是那王氏胡说的，他本身就是心狠刻薄的人。可是那个孩子该多苦呀，万一他真是我们的孩子呢？那他不是吃了很多苦？可恨王氏死得太早，要不然我一定要找他问清楚。不行，既然王氏已经死了，兰家那儿不是还有其他人吗？等我把兰家其他人抓住，到时候你可不许心软。王氏来府城这件事情，我不信他们家其他人不知道，说不定就是他们一家人商量好的。我可记得当年咱们回东河村时，他们那一副嘴脸。姚慧欣现在提起兰家人，眼睛尽是浓浓的鄙夷和厌恶。她知道自家男人心里一直念着那家贪婪的人，还时不时写信回去，只是自己和父亲都不喜那家人，那些信也全都被父亲拦了下来。只是没想到他们居然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这成儿的身世成了悬而未决的谜，这让他怎么办？怎么面对那个可怜的孩子？怎么面对自小养到大的成儿？我要去找王嬷嬷，她肯定知道这事儿的真假，只要不惊动父亲，把嬷嬷找来就行了。你现在找王嬷嬷，还不得惊动老太爷？要知道他对自己院子里把控可是很严重的。魏康并不看好这样的做法，别看那老太爷现在坐在椅子上不能动，但是整个人的掌控欲极强，院子里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要问个清楚明白。就说成儿这边梦魇了，哭闹不止。姚慧欣铁了心今天晚上就要问清楚这件事，要不然他一晚上都睡不着。快走啊！我不过去了，一会儿王嬷嬷过来，直接请到这里就行了。独自靠在内室床上的魏康仔细思索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魏康直接从怀里掏出那东西一看，这是今天上午在封家时那个可爱灵动的小姑娘送给自己的那个雕刻精美的小竹筒，真是个可爱孩子。魏康想起那孩子的嘱托，直接打开竹筒，一口气将那小竹筒里的水倒进嘴里。魏康感觉那些水刚下肚之后，口腔里就感觉到了一丝丝极淡的甜味儿，紧接着整个人都通透舒畅了许多，伴随他一整天的烦闷气息都散去不少。他立马就愣在了原地，是这水太过神奇，还是我确实累得很了，刚好需要喝一杯水。总之我现在确实比刚刚舒坦了一些，那明天让人送些家里做的吃食过去才好。不是说他是姚家的当家人吗？怎么似乎很怕姚家老太爷？姑娘，一个入赘进来的女婿，在这种家里能有多好过？还不是被人时时处处防着。魏康只是明面上的当家人，实际上这姚家老太爷依然掌控着姚家的一切。绯月之前就来过姚家，可以说是对这里的一切都比较了解。是啊，听说姚老太爷当年可是厉害的紧呢，一个人掌控姚家全部的产业，将那些旁支打压的屁都不敢放一个。那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吧？那他们会怎么选择呢？或许姚家人宁愿继续养着姚成，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孩子被换了吧？姑娘，别这样想，你还有家人。绯月担心地看着兰草，连忙出声安慰她。哎呦，我的大小姐，这是怎么了？听说小少爷是梦魇了？是啊，刚刚哄好，这会儿已经睡下了。嬷嬷可要进去看看。那老奴得去看看。姚慧欣知道王嬷嬷进去之后势必不会惊动成儿，成儿的奶娘自己刚刚敲打过，不会乱说。王嬷嬷很快就从东厢房出来了，嘴里还在念叨：哎呦，谢天谢地，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嬷嬷，幸亏你今天晚上过来了，我正好还有事向你请教，随我进来一趟吧。大小姐哟，找老奴什么事儿啊？老奴一定知无不言。王嬷嬷以前照顾姚慧欣好几年，对她很是亲近。那可太好了。两人说着便进了正房。屋顶三人见到王嬷嬷进屋，都跟着紧张起来，不由屏住了呼吸，仔细听屋里几人的对话。嬷嬷可还记得我们在东河村的王氏？多年前她跟我同时在兰家生产的。她问话的时候，一双眼睛紧紧盯着王嬷嬷，如果对方知道什么的话，或许会表露出来。旁边的魏康也是同样的想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王嬷嬷。那个王氏啊，当然有印象啦。老奴记得当时跟小姐是同时发动的，并且在同一天生产。小姐怎么忽然提到她了？王嬷嬷的表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反而疑惑地看着两人。没什么，就是前几天她跑到府城，还乔装混进府里，把成根给带出去了。后来我将人抓住，才将成根救回来。那孩子受了惊吓，这才会梦魇。
姚慧欣说的风轻云淡，不过依旧想从王嬷嬷脸上看出些什么。什么？他来府城了，还把陈哥带出去了？这么大的事情，后院一点都不知道。王嬷嬷表现得极为惊讶。嬷嬷那2天染了风寒，回家休养去了，当时并没有惊动你。不过我今天想问的是，他说陈二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当然生的是个女儿。他说生产当日，他便把2个孩子给换掉了。嬷嬷，当时你可是一直守着我的，2个孩子究竟换没换？陈儿究竟是不是我的儿子？那女人胡说八道，这不可能。大小姐当日生产时，老奴一直守在周围，小少爷根本就没离过我的视线，怎么可能换掉孩子？不行，我要和那个女人对峙。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王嬷嬷一听姚慧欣这样问，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整个人也表现得极为愤怒，而且立马表示要和那王氏对峙。大小姐，您可不能听那个女人胡言乱语啊！老奴从小就在姚家伺候，一辈子兢兢业业，这老了还让一个外人给污蔑了，老奴冤枉啊！如果孩子被换，老奴怎么可能没发觉？紧接着，王嬷嬷就跪倒在姚慧欣的脚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着心里的委屈，还各种的赌咒发誓。那个王氏呢？王氏怕不是想钱想疯了吧？居然说咱家小少爷是他生的，他什么意思？屋顶和屋里的几人全都看着王嬷嬷跪在那里哭诉谩骂，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兰草是感觉一盆冷水兜头泼下，感情我难过纠结了这么久，这魏康和姚慧欣并不是我的亲生爹娘。姚慧欣却是一脸轻松。终于有人证实了，陈儿确实还是我的儿子。这一切都是王氏胡说的，终于可以放心了。我家男人听风就是雨，害得我提心吊胆一整天。魏康的心里并没有姚慧欣那么轻松，他的目光紧紧盯着王嬷嬷，心里还是有些疑惑的。不过他不打算再开口了，这事儿还是自己一个人慢慢查吧。他总觉得王嬷嬷今天晚上的应对太完美了。王嬷嬷哭着诉说一番之后，这才抹着眼泪离开了主院，往他现在伺候的后院走去。走吧，咱们回吧。兰草捏捏的跟身边的2人说，他已经看到姚慧欣欢欢喜喜的去东厢房陪他儿子一起睡了。姑娘您别难过。斐月什么也没说，不过却又回头看了一眼姚家后院，他总感觉这事儿还没完。第2天饭桌上，丰年一直小心翼翼观察着兰草，时不时给他夹菜。他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姚家的事情，没想到王嬷嬷居然否认了孩子报错的事情。难道真的是王氏为了银子说谎了？不应该呀，那王氏当时都已经快要死了，怎么可能继续说谎？那就只有王嬷嬷说谎了。于是丰年依然让人盯着姚家。师娘，我好想你。你这孩子，一见到你就欢喜，心情一下子就好了不知道多少。2人这亲昵相处的模样让丰年的鼻子有些酸，这丫头就柳氏这么一个女性长辈真的是很亲近。可惜姚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并不承认2家换了孩子，要不然这丫头就能多一个女性长辈疼爱了。这样想着，他的目光不由瞄向一直站在小丫头背后的斐月身上，不过却换来对方一个狠狠的瞪视。丰年无奈摇头，自从第1次见面时闹了个大乌龙之后，这斐月天天恨不得提剑砍了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好脸色，弄得自己还真有些心虚。我说你明天离开可要多带些人，毕竟西北可不像府城这边，那边呢可是真刀真枪的干。已经准备好了，家里留着万管家守着就行，其他人我带走1大半，剩下的护送2个孩子回去。冯兄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哼，冯家那些人现在没空找我麻烦，毕竟这次给我下毒的事情可是闹得很大，很多双眼睛都盯着他们呢。再说了，他们现在忙着处理家里那些姑娘被退婚的事情。冯先生说的无比得意，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等到京城来人之后，冯家要面对的可不止这些。你还是悠着点吧，我和冯兄明天都要离开，其他事情帮不上忙。你做事之前啊，得想想家人，想想那没出事的孩子，可别再把家人陷入危险之中啊！哈，齐兄放心，我有分寸，之前也是没防备，这才着了他们的道，以后不会了。你知道了就好，可别玩得太过了，到时候对你的名声也不好。行，你就放心吧，现在又不是当年，这都有妻儿了，还能像以前那样来事吗？冯先生笑嘻嘻地白了丰年一眼。大河，你在家里守着姑娘，我出去一趟。你去哪里？有件事要去证实一下，你守好这里就行。
斐月今天一整天都在惦记姚家的事情。他昨天晚上离开时就想着要回来一趟，他想再去姚家后院看看，总觉得那王嬷嬷昨天晚上的应对有些夸张。就在斐月打算去后院查探一番的时候，王嬷嬷笑吟吟的来到主院。大小姐，老太爷请您去后院，您快过去吧。父亲让我去后院，有什么事吗？这个老奴不知，大小姐快随我过去吧。小少爷这边有奶娘和秋果他们呢。后院伺候的人并不算多，由于他的下半身不能动，此时姚老太爷正躺在床上，贴身伺候的小厮给他按摩双腿。父亲，他从小就有些畏惧自己这个父亲，尤其是母亲去了之后，他被父亲带在身边，教导着看账本、打理产业，当时可真是没少受罚。直到现在，他每次见到父亲都发自内心的紧张。魏康今天被我派出去巡视产业，这过年怕是也赶不回来，你会不会怨为父啊？女儿不敢，父亲这样安排想必有自己的道理。姚慧心能怎么说？父亲怎么安排，他乖乖听着就好。魏康始终是外人，你不能事事都听他的，家里的产业让他管一部分就行了，家里的事情你也得上些心，不要总围着成儿转了。是，女儿记下了。明天把成儿送到我院子里来，他已经6岁了，也该请个先生开始读书了，为父也好教导他打理家中产业的事情。父亲，成儿还小，现在就学打理家业，只怕我舍不得。哼，心疼了？昨天不是还在怀疑这孩子的身份吗？现在就心疼了？姚老太爷越说火气越大，直接将放在床边的一个托盘给挥了出去。一阵噼里啪啦瓷器碎裂的声音中，姚慧心吓得直接跪倒在地上。父亲息怒，是女儿错了，不该怀疑成儿的身世，女儿错了。那魏康也不知道在外面听了什么人的话，回来跟你说2句，你居然都敢不要我的乖孙了，你好大的胆子，还敢找王嬷嬷去盘问，说是不是这些都是魏康出的主意？姚老太爷越说越气，又将自己身后的枕头砸了出去，那个瓷枕直接被他砸碎在姚慧心的面前。父亲，女儿没有不要成儿，一直疼她都来不及，怎么会不要她？可恨那王氏趁您出外礼服，我和魏康都不在家时，将成儿诓骗出去，后来抓到人时，他才说了那么一句，说成儿是他的儿子。当时女儿是不信的，直接就将人处理了。谁成想夫君他伤了心，这才想着请王嬷嬷过去问问，免得这事儿扎在我们2人心里总是根刺。父亲，女儿真的没有不要成儿啊，求您将她留在我身边吧。姚慧心顾不得地上碎掉的瓷片，连忙跪着行进2步，哭着给自己辩解。姚老太爷闭着眼睛，一点都不为所动，许久之后才淡淡开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今晚回去就收着孩子常用的东西，明天把孩子送来，我会好好教导他的。咱们姚家的产业是不会交到一个外人的手里的。姚慧心见自己的哭求完全没有用，只得擦擦眼泪，她的心里升起无尽的悲凉。父亲，女儿这就回去收拾。老太爷睁开浑浊的双眼，死死盯着跪在地上很不情愿的女儿。我也老了，管不了你们太多，只能尽心培养成儿了。那个魏康和我们姚家不是一条心，以后就把他放在和你李伯一样的位置就行，别什么事都听他的，免得你以后后悔。父亲！姚慧心惊讶地抬头看向老太爷，李伯可是姚家的管家，让他把自己的夫君放在和李伯同样的位置，这让他如何自处？那自己成了什么？此时的他心里升起无尽的悲凉，为自己，为魏康。老太爷见到姚慧心这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刚刚压下的火气一下子就升了起来。滚滚滚！你这是什么眼神？我这也是为了姚家好，家里的产业他魏康想都别想，他就只是个管事的，这些以后都要交给我亲自培养出来的孩子。王嬷嬷，送大小姐出去。姚慧心还想再说什么，却被一直守在外面的王嬷嬷给扶了出去。魏康，你最好老实一些，要不然别怪我心狠。昨天夜里的事情，他是真的被魏康给气着了。斐月在屋顶上将姚老太爷的一举一动全都看在眼里，心里不禁暗叹：这老头的控制欲还真是很强啊！而且他居然把入赘进来的女婿当成管事来看，
这姚家以后可有的热闹看了。只可惜我要跟着姑娘离开府城了，这下后续的事情也看不到了。他已经看到王嬷嬷送走姚慧欣之后，独自进了一间下人房里，于是便悄悄地摸了过去。斐月扛着个人回来的时候，兰草还在正院那边用饭。你这人是谁？昨天那个王嬷嬷，你先把人关起来，等姑娘回来了再问话。兰草是被丰年送回来的，丰年进院的第一眼就见到守在杂物间门口的大河。大河，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呀？大河看看兰草旁边的刘婶和香梨，并没有开口。刘婶，你和香梨先去给姑娘收拾卧房。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里面关了个人，姑娘肯定感兴趣。斐月并没有理会丰年，而是将头转向有些懵懂的兰草。什么人？我会感兴趣。我刚刚去了姚家，把昨天晚上那个王嬷嬷带来了。是他？兰草一听里面的人是王嬷嬷，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旁边的丰年听说是姚家人，一下子也精神起来。对于姚家，他始终有些看不透。明明昨天魏康听到我说的事之后，表现得很激动，怎么回到姚家之后就没戏了？李老二今天回来还说那魏康被打发出去巡查姚家产业了，没想到这斐月竟然把这个王嬷嬷给掳了回来。几人推门进去的时候，王嬷嬷还没有醒，打得重了，到现在都没醒。我来。大河手里拿着一根针，直接走了过去。王嬷嬷醒来之后，被眼前的一切给吓了一跳。你们是什么人？别管我们是什么人，老子就问你一句，你家那小少爷是你姚家的种吧？大河拿着手里的银针，凑到王嬷嬷面前，恶狠狠地问道：你说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别耍花样，你家那8岁的小孙子可在我们手里，不老实，以后就别信你那宝贝孙子了。哦，对了，还有你那如花似玉的小闺女儿，听说要嫁给一个秀才了。你！王嬷嬷被吓得睁大了双眼，死死盯着眼前几人，特别是看向斐月时，眼里的恨意能将人生吞活剥了。丰年把兰草往后拉了一些，他没想到这斐月和大河的速度这么快，不光抓来了王嬷嬷，还控制了他的家人。想必今天事情就能有个答案了吧？别急，我们等着结果就行了。他轻轻拍了拍兰草有些瘦弱的小肩膀。兰草嘴上应着，眼睛却紧紧盯着王嬷嬷。这个人在姚慧欣生产的时候一直守在旁边，对于2个孩子的身世应该是很清楚的。求你们不要伤害我那孙子和闺女，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求求你们了。那你还不快说，你家那小少爷到底是不是姚家人？别，我说。王嬷嬷看到越来越逼近自己的匕首，越来越慌神，哪里还顾得上忠心的玩意儿，直接就要招。快说。小少爷是我趁大小姐生产昏迷时换来的，不过这也是照老太爷的意思来的。所有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说仔细些。早年老太爷伤了身子，就只得了大小姐这么一个后，为此遭了姚家其他人不少奚落，因此也拒绝了族里安排过继旁支那边的男娃的事情。老太爷给大小姐招了个入赘的女婿，希望能生个儿子出来，也算是姚家的苗。可是又怕继续被旁支那边捣乱，才同意大小姐在有孕8个月时随着姑父回乡。临走前老太爷交代过，让我提前偷偷备个男婴，一大小姐生的是个女儿，就将2个孩子换掉。所以说你们姚家小少爷是你提前准备的男婴？不是，那孩子身体才刚到东河村就没了，被捂死了。王嬷嬷想起这事儿，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当时自家小姐已经发动了，自己却发现准备好的婴儿被太紧张的下人给捂死了，气得她当时差点把那人给掐死。正好那家的大房媳妇儿也在当天生产，我就在别人的掩护下将他家儿子换了过来。那家的儿媳妇也发现了这事儿，不过并没有阻拦。你就没有想过你们家的小小姐在那里会过什么样的日子？会不会被搓磨被苛待？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过问过那孩子一句。丰年将兰草揽在怀里，出声反问王嬷嬷：怎么可能？那女人可是答应过会好好对待小小姐的，只可惜小小姐是个没福气的，早早便病死了。王嬷嬷对于姚慧欣前几天抓住王氏的事情可是知道的门清，老太爷觉得王氏心太大，便任由大小姐将人活埋了而已。什么病死了？那家人去年就把你们家小小姐扔进深山了。不
可能，明明是病死的，怎么会扔进深山？去年小小姐才5岁啊！王嬷嬷的情绪非常激动，她一辈子忠心于姚家，忠心于老太爷，根本没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她不想承认都是自己当年换了2个孩子，才让姚家的小小姐有了那样的结局。如果说小小姐是病死的，王嬷嬷心里还会好受一些，但是她是被那家人故意扔进深山，不可能！那个女人承诺过，她会好好对待小小姐的，让她衣食无忧，以后给她找个好人家。可事实是，被你换过去的孩子，从小被凑磨着长到5岁，不给饭吃，没有衣穿，天天干活，天天挨打，最后被扔进山里。他恨不得现在就把眼前这个老婆子给大卸8块，就是这人害得自家姑娘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不，这不是我的错，是老太爷怕大小姐生不出儿子，这才事先吩咐我换了孩子的。这一切都是老太爷的错。王嬷嬷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就算那孩子从小生活在姚家，不受老太爷待见，又能有什么好日子？也许他连进姚家门的资格都没有。这些都是你这个老钱婆一手造成的。既然你这么嘴硬，不如把你那小孙子也扔进山里喂狼吧。不，你们不能这么做。我的那孙儿太小，他什么都不知道，扔进山里会死的。求求你们放过那孩子吧，他还小，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磕头，放过我孙子吧。不过几息时间，王嬷嬷的额头已经渗出血丝来，可见她磕头时用了多大的力气。可是那孩子当时也是这么哭求那一家人的，可惜一点用都没有，他还是被扔进了山里。你，他激动地盯着兰草，有些说不出话来。眼前这女娃究竟是什么人？怎么跟老夫人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从小陪着老夫人长大，可是将这模样记得清清楚楚。我怎么了？兰草压抑着心里的怒气，反问王嬷嬷：“你究竟是谁？怎么跟我家老夫人长得那么像？你猜，或者你下去问问你家老夫人。”兰草扔下这句话，就转身拉住丰年的衣角，眼泪一下子没忍住就流了出来。丫头，别哭啊！大叔在哪？被丰年抱在怀里哄的兰草，想到自己以前在兰家的生活，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大哭起来。不哭啊！丰年说着，直接把兰草抱出了杂物间。杂物间里，肥月二话没说，拔剑挥了下去，直接砍了王嬷嬷的一双手。手伸得太长就该砍掉，害我家姑娘吃那么多苦，你该死！王嬷嬷的惨叫才响起来，就被眼疾手快的大河再次把嘴给堵住了。她只能在地上翻滚挣扎。把她刚刚说的话写下来，然后让她画押，再找人给她包一下，别让人死了，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呢。一会儿让丰年把人安排到一个妥善的地方。放心，都交给我吧。旁边院子的丰盛也给惊动了，他听说兰草在院子里哭得厉害，他还以为是小丫头舍不得跟自家大哥分离，才会哭得这么厉害。小嫂，别哭，大哥到了西北就给咱俩写信，等过2年我再大一些，就带你去西北找大叔。他刚刚确定自己的身世，知道那事的来龙去脉，这会儿又想起了以前的苦日子，才会这样哭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那姚家人不是他的亲人吗？这事儿回头再说，再把咱们家这小祖宗哄好再说。丰年这会儿哪里顾得上说这些，只一心想把人哄好，一直这样哭下去，指不定会生病呢。丰年又再三保证一定会收拾欺负他的人，还保证每个月给他写2封信，每2个月让商队带回一些稀奇东西，并且保证如果可以的话，每年都回家看他一次。丰年和丰盛以及后来赶过来的丰收纷纷许了许多好处，这才堪堪让兰草消停下来不哭。我不想，我不想哭的。控制不住眼泪，我只要大叔平安。没事儿，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丫头安心，我们都是你的家人，会一直陪着你，陪你一起长大。好了，你乖乖睡觉，等你睡醒了，一切就都过去了。丰年轻拍着兰草的背，轻柔地安抚对方。喝过安神汤没过多长时间，兰草便慢慢地睡了过去。那人呢？大爷，小的正打算把人换个地方关押呢，这种人还是不要污了姑娘的院子。你说的没错，这院子不能被这种人给弄脏了。这才让大河把人扛着重新关押到了主院的地窟里。这个地窟以后
就由万管家一人照看了。丰年的要求也不高，只要人活着就行。他想把人留着，等到魏康回来了再把人交给他。只是不知道这人自己的女儿被老太爷指使人故意换掉会有什么反应，是为自己的女儿报仇呢，还是继续屈居老太爷之下，任由其奴役自己呢？我离开之后，你派人盯着姚家，如果那魏康从外面回来了，将这封信交给他，把他引到王嬷嬷眼前。是大爷。以后大少爷就住在府城秦家，你是知道位置的，你要经常派人过去看望，他也会时常回家住，留他的院子要时常打扫，不得怠慢。看好家里，叮嘱留下的人不冒头不张扬，关起门安心过日子。商队回来时别忘了给二爷和大姑娘带些稀奇玩意儿，家里有什么事儿给我去信。大爷放心，您交代的这些老奴都记下了，定会为大爷守好家的。丰年换上一身黑衣便出了门，他刚刚答应过小丫头一定会替他报仇，不说让那姚家横尸遍野吧，教训一下那个狠心刻薄的老头。丰年没想到他刚刚跳到姚家的屋顶上，差点被迎面扫过来的一柄长剑给逼退下去。是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丰年对于绯月的不待见也不在意，不过自己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跟个女人计较呢？那老头的院子在哪儿？你知道吗？干啥？那老头是我的，你不准抢。不过在下一瞬间就发觉这话好像说的不对。呸，不是，是那老头得由我来收拾。丰年将对方刚刚的话听了个正着。你不准笑。恼羞成怒的绯月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我没笑，你慢慢玩，我去那老头的院里看看。面对已经拔剑的绯月，丰年一如既往选择了逃走。他是真的打不过这个女人，太丢男人的脸了。你站住，那老头交给我来收拾。绯月来姚家就是为了替自家姑娘出气。很快两人便来到姚老太爷的后院。这个时候外面那巡夜的人早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打盹了。你准备怎么做？你呢？该不会是要暴打一顿吧？我先来，你靠边。别呀，你把人折腾死了，我还怎么替小丫头报仇啊？丰年想要先掏空这老头的私房，然后再给他下点养养药助助兴，既要不了他的命，也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而绯月却不这样想，他听说过自家姑娘在兰家时过的什么日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从小担惊受怕长大，哪里是搬空那老头的私房用些养养药能解决的？不行，这样太轻了。想把自己从京城带来的毒药用上。你别一下子把人给折腾死了，我还想等那个魏康回来，想必他也是恨这老家伙的吧？毕竟自己在这姚家处处被人刁难，唯一的女儿还被故意抱走，受了那么多苦，这老头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丰年伸手拦住了对方，他把自己心里的打算说了出来。那行，不过你那养养粉多用些，要不然不解恨。放心吧，我这手里的可是个秘制养养粉，指定让这老头难受的死去活来的。我们分头行动。径直往脚下的屋子里撒下了迷药，他得先把这老头的私房找出来，拿回去给姑娘当补偿。丰年这边给姚老太爷用了半包养养粉，不过他并不觉得解气，又将另外一半药粉下到了后院的水缸里。这边刚下好药，就见绯月抱着两个大大的木盆子从老太爷的房间里闪出来。他走近一些之后，丰年才发现对方背上还背了一个大大的布包。走，我们回去。丰年过去接过对方背上的布包，转身就要往屋顶上跳，手里抱着两个木盒，便跟着上了屋顶。路过正院时，只见东厢房的屋子还亮着灯，过去看看，那个房间是姚成的住处。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崽子占据了小丫头的身份。两人才刚刚把屋顶的瓦片掀开，我可怜的成儿，小小年纪就要跟为娘分开，可是娘拗不过你祖父，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调皮，不要惹祖父生气。成儿前2天才遭了难，现在又要跟娘分开，这心里得多难受呀！夫人，小少爷已经睡了，您这样会把他吵醒的，要不奴婢伺候您回去休息。不了，今天晚上是成儿住在正月的最后一天，我陪着他，你下去吧，我在这里守着就行。姚慧欣现在满心满眼都是眼前的儿子，她觉得愧对这个儿子。前一天还在怀疑这孩子的身世，不过幸好有王嬷嬷作证，自己才刚刚安心。没想到不过一夜之间，夫君被打发出去巡查铺子，儿子也要送去后院教养，整个正院就只剩自己一个人了。难不成以后真的要天天面对那没完没了的账册？
丰年有些失望地将屋顶的瓦片放回原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现在说不出埋怨姚慧欣的话，毕竟当时换孩子的时候，这人也是昏迷的，又有最信任的王嬷嬷作证，他相信了，又有什么奇怪？走吧，姑娘如果想认这家人，她自己会找过来的，咱们就不要管那么多了。斐月心里有些看不上姚慧欣，凡事都被自己的父亲掌控，就算是姑娘回来了，也不如在封家开心。他宁愿姑娘不要回这样的家。两人沉默着回到封家，将他们带的东西放到斐月屋里。干什么？你还不走？那个，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能够帮我带去京城吗？哦，送信啊，好说，放那儿吧。而是一直戒备地盯着丰年，在他的心里，丰年就不是个好的，跟那些个登徒子一模一样。丰年当然也看出对方的紧张，只是踌躇了一瞬间。这次2个孩子就拜托姑娘了，年感激不尽。不用，照顾我家姑娘是我应该做的。斐月侧过身子，并没有受这一礼，就算没有丰年拜托，依然会做的。敢问姑娘为何称我家丫头为姑娘？弄不明白，我心里不安。姑娘跟我家主少是同门，居然是同门，难怪。丰年喃喃自语，他之前在暗地里做了许多种猜测，从来没想过会是这样的原因。难怪国师府的人才一见面就把那个黑色玉牌给了丫头。要知道那种黑色玉牌在整个大周朝只有不超过5个，是真正的万金难求。难怪国师府肯出面寻找我失踪多年的父亲，还花大力气将人给救出来。也难怪国师府会贴身派人保护着丫头，只怕国师府也将我的来龙去脉查得清清楚楚吧。还是要多谢姑娘，丰盛那边也请照顾一二，不求多上心，只要在她有危险的时候伸一下手。这个不用你说，为了我家姑娘也是看顾一二，你放心吧，他们都会好好的。只要他在姑娘身边一天，姑娘的亲人他自然会保护。真是太感谢姑娘了。丰年再次郑重其事向斐月道谢，他知道自己的感谢在眼前这人面前其实很苍白，不过还是要说出来的。既然没别的事了，丰大爷还请离开，本姑娘要歇息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吞吞吐吐的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放在了桌子上。这个是给姑娘的谢礼。这盒子放在身上已经几天了，今天终于算是有机会把它送出去了。就在他一脸轻松地走出兰草的院子时，忽然感觉到身后有动静，是刀剑破空的声音。警觉的丰年立马从腰间抽出自己的软剑，反身迎上。不过他仓促之下似乎并不是对方的对手，直接被对方挑断了几缕头发。你疯了，还下死手！这个女人疯了吧？怎么翻脸这么快？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个转身就拿着剑砍了过来？丰年，你什么意思？斐月感觉自己的火气怎么压都压不下去，不好好教训教训眼前这人，自己感觉憋屈的慌。我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谢谢你。丰年有些委屈，我这送礼怎么还惹出杀身之祸来了？哼，丰年，你就是小人，拿着你的东西滚！直接将刚刚收到的那个小盒子朝丰年扔了过去。以后别出现在姑奶奶的面前，要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如果不是看在自家姑娘异常依恋这个男人，他早就想杀了对方，哪里容他在这里蹦跶？为什么？枪！他的话音才刚落，立马又是一阵长剑破空的声音。斐月的长剑直接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可见斐月的速度有多快。丰年这一次是真的傻眼了，他到现在都没搞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会儿想死的心都有了。斐月姑娘，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伤到可就不好了。你问问你家大爷，他都做了什么？我杀了他也是他自找的。我家大爷做了什么，也不至于把剑架到脖子上吧？这要是让我家姑娘见到了，还不得伤心？大河也是个机灵的，他可知道斐月在意的是什么。他就是个登徒子，姑奶奶不杀了他，就已经是看在姑娘的面子上了。丰年没想到斐月看自己各种不顺眼，竟然是为了第一次见面那件事。我真的没有藏你的袜子。丰年有些有气无力的解释。闭嘴，袜子我已经找到了，我说的可不只是袜子的事情。各自忙活的三人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正房的后窗跳了出去，然后轻巧地跃上墙头，消失在夜色里。毕竟明天就要离开府城了，自己或许以后都不会来这里了。安草这是第2次来姚家，他轻车熟路先来到主院，发现里面漆黑一片，所有人都睡下了，他还是小心的给院子里下人房用上了迷药，确保不会有人中途醒来，然后才开始忐忑的进了正房。只是里面并没有他要找的人。接着他又找到了东厢房，发现姚慧欣正趴在姚成的床边睡着了。兰草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不受控制的想要流出来。他现在知道了，眼前这个女人真的是自己的亲娘，可是对方现在却守着别人。慢慢靠近床边的兰草有些退缩，她有些害怕面对清醒的姚慧欣。
心，于是也给屋里的2人用上了迷药。由于他事先喷过解药，因此就算屋里有迷药，自己也不会中招昏睡。从床上第6起睡得跟小猪一样的姚成，把他扔在床下的脚踏上，又顺手扔了个小薄被将人盖住。兰草吃力地将姚慧欣挪到床上，别看他的力气大，但是个子终究是小了些，把姚慧欣弄到床上还是有些吃力。做完这一切之后，兰草擦擦脸上的泪，盯着姚慧欣的脸仔细看，脸可真漂亮，小草是有娘的。然后便爬到床上，把自己缩在姚慧欣的怀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记忆里，王氏似乎从来没有抱着自己睡过，原来被娘抱着睡觉的感觉这么好呀。这样想着，他便甜甜地睡了过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兰草忽然就被自己做的噩梦给吓醒了。他梦中自己躺在姚慧欣的怀里，正睡得香，下一刻抱着自己的人就变成了王氏，他正伸着手要掐自己的脖子呢。兰草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扭头看看窗外，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似乎后院那边有什么动静。他也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了，便不舍得从床上爬起来。在他下床的瞬间，兰草又有些不舍，于是便从空间里取出一个极为精致的木雕，放在姚慧欣的手中。这是一个头顶花环、骑着羊的小女娃，笑得极为灿烂。整个木雕只有大拇指大，握在手心刚刚好。他在出门的时候回头往屋里喷了一些解药，这才义无反顾地走了出去。他知道姚家老太爷让人故意换掉自己，为的就是能让姚家有个儿子，好继承家业。自己不是他们想要的，况且自己这亲娘是真的疼爱姚成。那如果自己回来了呢？他真的会不顾老太爷的反对接受自己吗？这还真的说不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的日子舒服又自在，可以学很多安身立命的本事，可以随意支配自己名下的铺子。大叔和小叔对自己又好得很，他为什么要回姚家讨嫌呢？被亲娘抱着的感觉他已经知道了，没什么遗憾了，向着有响动的后院跑了过去。他可是听斐月说了，姚老太爷住在后院，为人刻薄，将自己那亲生父亲打压得不行。这所有院子里居然没有一点动静，难不成那些下人都睡得跟死猪一样？又不是被人下了迷药。此时的兰草还不知道，早在自己睡着的时候，丰年和斐月已经来过姚家了，还小小的替自己出了一口气。来人呐，都死哪儿了？哎呦，痒死了！哎呀，快来人呐，想要疼死我是不是？他又仔细嗅了嗅，里面那人怕是中了痒痒粉，只是不知道是谁下的药。兰草上前推开了房门，径直走了进去。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只见对方这会儿早已经从床上滚落到地上，裸露出的胳膊上全是抓痕，看样子这人已经抓挠了很久了。眼前这人明明是个小娃娃，怎么眼里却完全没有孩子的天真呢？就这么直直地盯着来人看，他越看越觉得来人的样貌有些熟悉，隐隐有3、4分死去夫人的影子。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兰草并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其实不想让姚家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毕竟是一个不被承认的人，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你刚刚在喊什么？他故意转移话题。哎呦，痒死了，痒死了！来人，快来人呐！都死哪儿去了？还不快给我滚进来！哎呦，快来人，给我请大夫！还不时用手抓挠自己的胳膊，看着他把自己的胳膊脖子上挠出一道道红印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破皮流血。有那么一瞬间，兰草觉得眼前这个在地上挣扎哀嚎的老人很可怜，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当初都快要活不下去了，岂不是比现在更惨？自己被打，被欺负，被扔进山里自生自灭，这一切不都是眼前这个所谓的亲人造成的吗？同时小丫头的心里也在想着，这种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宁愿把自己的血脉至亲扔给乡下农户，宁愿养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继承家业。真的想不通这个姚老太爷是怎么想的。他口口声声说魏康是外人，难不成这姚成就不是外人了？要知道姚成可是和姚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上还有一半姚家的血脉。小女娃，你是哪一家的？帮我喊外面的人进来吧。你很难受吗？他这会儿大概已经猜到，估计是自家大叔来过了。快让人去请大夫！你是哪家的娃娃？怎么这么没有颜色呀？姚老太爷急了，我原本是你家的娃娃，
只可惜你们家不要我，他们家也不要我，最后被扔进山里了。我应该是山里的娃娃吧。兰草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声音悠悠地说着。姚老太爷不知道为什么后背一下子出了许多冷汗，他被兰草的话给吓到了。什么自家不要，别家也不要，怎么听起来那么像那个送出去有夭折的女娃呀？他这么一个掌控欲极强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当年换孩子的那家女人找上门了？哎呀，眼前这个小女娃跟我去世多年的夫人有3-4分像，难不成她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姚老太爷越想心越惊，只觉得这梦境也太真实了，也只有在梦里自己才能遭受这么非人的折磨，只有在梦里才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那个被自己放弃又夭折的孩子。这一刻，姚老太爷很确定自己现在是在做梦，只不过这个梦也太真实了些，身上如同万虫吞噬的痒和痛，让他的思维有些断断续续。兰草见这老头已经难受成那样，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就算你是我的亲爷爷又怎样？我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你而起，你这点痒这点痛算什么？又不会一直痒下去，过几天自然就好了，要不了命的。等到姚老太爷痒了一阵儿，再次抬起头时，屋子里已经没了刚刚那个小女娃的身影，这让他更加相信自己这会儿确实是在梦中，同时也就不再大喊大叫了，就那么默不作声地挠着自己的脸和胳膊身体各部分。兰草临走时特意拐到了主院东厢房那边的屋顶上，他离开府城时再看一眼亲娘，这一眼过后或许很多年都见不到了。掀开瓦片，兰草发现姚慧欣这会儿已经醒了，这会儿正吃力地抱起脚踏上的姚成，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脸上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心疼，他还在低声自言自语：哎呀，乖儿子，怎么就摔下去了呢？疼不疼？天可怜见的，摔到脑袋没有？一会儿天亮了，娘给你请个大夫看看。可怜小小的人儿就要跟娘分开了。兰草在屋顶听到姚慧欣的自言自语，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抬手擦掉不争气的眼泪，果断从屋顶上离开。亲娘的怀抱再温暖，现在终究也不是我的，我还是走吧。他以为自己悄无声息的离开又回来不会惊动任何人。啊，姑娘回来了，快回去睡吧，天亮了还要赶路呢。你不问问我去哪里了？你和大叔去姚家找我了？兰草坐在床上有些羞赧的反问，便把姚成扔在地上，自己睡到姚慧欣旁边，也不知道绯月会不会笑话自己。是的，姑娘回来就好，快睡吧。那大叔呢？大叔从姚家回来了没有？他明天还要早起去西北呢，休息不好可不行。姑娘乖乖睡啊，父年感觉对姚家下手轻了，要再做些什么呢？他一个大男人，少睡一会儿没事的。那他不会有事吧？放心，你大叔他有分寸的，不会伤到你亲娘的，睡吧。有了绯月的保证，兰草很快就睡着了。丰年不想再见到自家小丫头那么卑微又小心翼翼地靠近亲娘，他想知道这姚慧欣知道事情的真正的真相是个什么反应，说不定这个女人想通之后会去清溪镇一趟呢。于是他便将王嬷嬷的口供放在了姚慧欣正房的桌子上。至于姚家老太爷这边，丰年远远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如果不是担心一下子把人玩死，他都想再加重些药量，怎么着也要让人又疼又痒好几天才行。不过他还是给姚家江洗的水井里下了一整包的养粉。至于天亮之后姚家会乱成什么样子，就不是他可以掌控的了。希望他们一家人玩得开心。丰年这才捂着有些疼的胳膊回家，刚刚被那个疯女人打了好些下，下巴、后背、胳膊哪儿都疼。不知道那个女人怎么能下那么重的手，一点都不留情的嘛。今天晚上去姚家跑了2趟，又挨了一顿打，这心情实属不太好。看到丰年已经翻身上马，兰草直接从自己的马车上跳了下来，快速跑了过去。大叔，眼泪汪汪的仰头望着丰年。丰年弯腰单手捞起小丫头放在自己马上，心疼的替她擦擦眼泪。丫头，大叔保证每个月都给你写信，你要好好的啊。兰草把脑袋埋在丰年的怀里，点了点。姚家的事别想了，我已经把王嬷嬷的口供放到姚慧欣的手里了。如果他们真的有心的话，会去东河村查证的，到时候自然会相见。如果
果他们家无意，咱们也不强求。你始终是我丰年的女儿，是封家的大姑娘。都听大叔的，我不在意他们，只是舍不得你。好孩子，你交给我的东西都妥善保管着呢，那么多保命的东西，大叔是不会有事的。那大叔一定要小心，要好好吃饭，好好练功，不能让人欺负了去。有人欺负你，我和小叔就去西北替你报仇。就在两人难分难舍之际，斐月走了过来，将兰草从丰年的马上抱了下来。姑娘，冯先生到了，你这个样子会被笑话的。先生，这是你们师娘准备的，她今天不能过来送你们，不过交代了，让你俩以后要常常写信回来。旁边的汶川也捧着一个布包递给了丰盛。是先生。丰年这会儿见到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走吧，一会儿城门就该开了。一行5辆马车缓缓地动了起来。大叔，兰草直接没忍住哭了起来。他知道丰年这次去西北是要上战场的，他忽然就有些害怕了。丰年被兰草这么一哭，整个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如果可以，他又何尝不想留下来陪2个孩子长大呢？跟在车队后面的斐月听到兰草哭了，骑着马就要往前追，不过却被旁边的丰年拉住了胳膊。这个你拿着，等我从西北回来就给你交代。说着，斐月被这人给整懵了。他不是一直没什么反应吗？连道歉都没有，什么时候想通了要给我一个交代的？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丰年，然后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骑马追上前面的马车。丰年轻轻地松了一口气，他何尝不知道斐月见到自己就拔剑的原因，只是以前一直装傻而已。他怕自己万一有一天埋身西北，所有的承诺都是一句空话，他不想做个言而无信之人。他之所以这个时候又把那小锦盒送给斐月，无非就是怕挨打，大晚上打就打了，反正也没人能看见。姚成一大早被熟睡一夜的下人带到了后院之后，姚慧欣哭哭泣泣，难过了好一会儿。他想亲自给儿子收拾一下床铺，或许过段时间老太爷大发慈悲，那孩子还能回来再住2天。姚慧欣才发现儿子的枕头上掉落了一个大拇指大小的小木雕，雕的是一个笑眯眯骑着羊的女娃，异常精致可爱。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木雕，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小木雕，想来是自家男人买来给儿子玩的。姚慧欣将那小木雕带回了正房。姚慧欣刚打算把手里的木雕放到妆台上，无意中瞥见桌子上的那2张纸，好奇之下拿起来看。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时，这桌子上并没有放这东西啊，难不成是要送去哪家府上的礼单？他才看了一个开头，这上面讲的居然是我当年和魏康一起回东河村发生的事情，还是王嬷嬷亲口说的。当他把这纸上的内容看完之后，早已经泪如雨下，双手捂着有些疼的胸口，软软的滑倒在地上。王氏说的是真的，成儿不是我的儿子，王嬷嬷之前骗了我，亏我那么信任他，只相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真够傻的，全都骗我。真是我的好父亲，还说魏康是外人，难道抱别人的孩子来养就不是外人吗？一辈子都想要个儿子，要个孙子，女娃哪里就差了？为什么一辈子就看不上女人？我的女儿在哪里？姚慧欣一个人坐在地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当她想到被留在东河村那个女娃，那孩子早已经被那家人给扔进山里，连个尸骨都没有留下。我糊里糊涂把人家的儿子当成宝，自己的女儿却永远留在了那山里。这样想着，姚慧欣挣扎着站起来，一阵噼里噼啷之后，姚慧欣把所有能搬起来的东西全砸了个粉碎，整个人又气又急又悔，居然直接晕了过去。快去请大夫，再去一个人到后院禀告老太爷。姚家后院，众人见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老太爷，这也太吓人了吧！难怪老太爷会发出那样的惨叫声。哎呀，老太爷，快去请大夫呀！快把老太爷扶起来，派人去报官。这是哪个傻仙道干的？居然对一个老人家下这么重的手！哎呀，你们这群该死的，喊了你们一晚上，一个个都死哪里去了？一个个都盼着老子死，是不是？呸，没门！老子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哎呀，滚！你们这些人都想害我！被折磨了一夜的老太爷这会儿已经有些神志不清，挥舞着胳膊攻击每个靠近自己的人。等到李管家匆匆忙忙带着大夫来到后院的时候，整个后院的下人都在抓耳挠腮。万县那边的瘟疫才刚刚结束，姚家这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大夫还没有给病人把脉，就直接让自己的药童去报官府，万一这真的是什么瘟疫的话，自己可担不起。只是老太爷疼痒难忍，一直不配合，
还动不动的就挠自己那已经流血不止的脸和胳膊，最后还是大夫一针扎下去，让人昏睡过去，才给他把上脉，清洗身上的伤口。等到府衙的人过来时，直接带了好几个大夫过来，也确定姚老太爷这种情况并不是瘟疫，这是中了痒痒粉一类的药物。但是他们以前还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痒痒粉。紧接着，几乎所有下人都开始浑身发痒，尤其是双手和脸上、脖子、头皮一类的地方，非要挠出血才算完事儿。最可怕的是，挠到哪里就开始痒，直至全身都挠得血肉模糊为止。这姚家管事的人呐，老太爷都成这样了，也不见有个人守着。我之前就问过了，当家人外出巡查铺子，当家夫人也昏迷不醒，好容易救回来，喝完药又睡过去了。快去仁济堂请齐大夫啊！对，找齐大夫，我去封家看看。仁济堂的魏大夫告诉来人，齐大夫已经在今天早上回乡了，而封家的管家同样告诉来人，自家大姑娘回乡去了。封家大爷一早出发去了西北。魏康坐在一间酒楼的房间里，翻看着手里的账本。这是他今年出门查账的第一站，临县的一家酒楼。不过是因为自己服了一个下人的面子，老太爷居然第二天就把自己打发出门去查账。要知道，可都是开春的时候才查账的。不对，不叫老太爷把我打发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和夫人找了王嬷嬷，向她求证关于孩子的身世。这是不打算让我在家里过年啊。也对，那姚家哪里是我的家？说起来，我似乎并没有家吧。兰家把我从小就送人了，养父虽然小时候也很疼爱我，但是在有了亲生儿子之后，还是让我入赘到了姚家。这姚家，就更不用说了，老太爷就是把我当个管家来看的吧。现在姚家那个孩子恐怕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要不然老太爷不会这么着急把他打发出来。或许等我回去之后，慧心已经被老太爷说通，从心里认下那个孩子吧。毕竟慧心这些年可是把那个孩子如珠如宝一样的疼爱，都是我没用。如果有办法摆脱身边这些人，回东河村一趟就好了。就在魏康手里拿着账本发呆时，老爷，夫人来信了。说话的是魏康的亲信大方。这才离开府城没几天，夫人怎么就写信了？这在以往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拿进来，府城谁送来的？虽然他在姚家生活的并不如意，但是如果家里出什么事，他还是会着急的。老爷，是夫人身边的常贵来送的信，人也帮您带来了。怎么是2封信？有一封是老太爷口述大管家执笔写的，另一封是夫人亲笔写的。家里出什么事了？老太爷后院的所有下人都得了一种怪病，全身上下又疼又痒，老太爷的脸上和胳膊都被他抓出血了。这么严重？可请了大夫，夫人那边怎么样了？夫人和主院的情况还好，没有人染上这怪病。老太爷才刚把他接过去教养，不过小少爷和老太爷没有住一个院子，情况倒是没有像老太爷那么严重。夫人请在府城很多有名的大夫过去，只能够抹药膏，喝汤药慢慢恢复。那后院老太爷不是没人照顾了？夫人可有让你带什么话？夫人说老爷在外要照顾好了自己，不用着急赶路，家里有他盯着。你们先下去吧。这才拆开手里的信，他先看的是老太爷写的信。信中老太爷斥责魏康偷走了他的小金库，骂他狼心狗肺，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勒令他开春回去时归还金库物品，否则就替慧心休了他，并且还要报官抓他。这可把魏康给气个半死，这才离开几天，却被扣上了这么一个恶心人的屎盆子。要知道他这些年在姚家可不是白待的，自己的小金库虽然不一定有老太爷的多，但是也绝对不少，哪里会送上这么大一个把柄给人抓住？魏康用了好一会儿才压下心里的火气。姚慧心的信里讲着跟老太爷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他说儿子被老太爷带去后院教养了，自己在房间的桌子上见到了王嬷嬷的供词，也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事情，希望他这一次查账时可以找机会回东河村一趟，仔细打听兰家的事情，顺便去女儿的坟头上看一眼，让那孩子走得安心些。他在府城也会吃斋念佛，为他祈祷。至于姚成，既然已经送去后院教养，那以后就让他待在后院吧。至于家里产业的事情，姚慧心说自己会处理的，让他放心。他还怕魏康不相信，把王嬷嬷的供词给一起装在信封里带来了，这也是他让常贵出来送信的原因。后院那些人他是一个都不相信了。王氏说的没错，果然是假的，真的被换了。我就知道
冯副将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在提醒自己，是我的错，没能护住自己的孩子。姚家、兰家，他还记得当初刚被送到养父家里时，那次自己偷偷跑回去时，也是在夜里经过一片山林，当时自己差点没吓尿。他感觉眼前的山林就像一个恐怖的巨兽，张着大嘴，露出獠牙，随时都能把自己给吞没。那种恐惧、害怕、心惊肉跳的感觉，他足足记了这许多年。有时候做梦时还能梦到当时的场景。那时候我有多大？好像已经8岁了吧，当时都吓成那样。那我5岁的女儿当时被扔进深山时，该有多害怕！不敢想啊！不行，魏康感觉自己一刻都等不了了，他想现在就出发去东河村。大方，去告诉刘管事和吴管事，老太爷那边出事了，身边没有人伺候，让他俩收拾行李回府城。我再写一封信，一会儿让常贵带回去。把亲近老太爷的2个管事先支回去才行，要不然自己做什么都不方便。是，老爷。魏康这才开始给姚慧欣写回信，只叮嘱他守好家里，自己明年春天再回去，让他安心。他怕自己写的信没到自家夫人手里，就先让老太爷看到了，所以还是不能写得太直白，毕竟这个时候老太爷对他可是很警惕的。同时在信里关心了老太爷几句，算是问候到了。至于老太爷那金库的事情，他也不解释了，并不是自己拿的，自己没必要再为这样的人而多费心思。老太爷后院所有人都得了怪病，他是每一个伺候的人都没有，你们可是老太爷最信任的人，回去之后也能把后院整顿一下。这一次魏康并没有退让，这2个人从府城出发时，可是得到了老太爷的指示，要在路上看好魏康。听常贵说，老太爷这次病来势汹汹，跟前也没个得用的人照顾。他的话让2人顿了一下，然后对视了一眼之后，还是回府城照顾老太爷才是正事儿。要知道老太爷跟前好东西可不少呢，毕竟老太爷那么大岁数了，身体不好，人又念旧，只怕不会小气。可是老爷身边只剩下大方怎么行？您在外面行走，只带1-2个人也不方便啊，要不让常贵留下，您也好有人用。老奴回去之后会好好的照顾老太爷和夫人以及小少爷的。放心吧，有大方在就行了，不是还有车夫吗？他俩都是会切拳脚的，不会出事。再说到了各地铺子里，那些人都是能用的。魏康哪里会让他们有机会反悔，直接堵住了2人接下来的话。2个管事也不再坚持，便表示当天就回府城。打发走了2个管事，魏康又找来刚刚吃过饭的常贵，叮嘱他回去之后护好姚慧欣，防着些后院老太爷的那些人，如果有机会可以趁机把后院那些人换换。他现在对于老太爷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尤其是他知道当年王嬷嬷之所以会换掉2个孩子，就是因为听了老太爷的吩咐，恨不得让老太爷也尝尝天天挨打挨骂。自己那年幼的女儿也是因为那老头的一句话才受了那么大的苦，最后还死得那么惨，自己怎么可能不反击？第2天一早，魏康怀着悲痛、忐忑、愤恨的心情往东河村赶去，脑海里不停地回忆丰年之前跟他说过的话，恨不得再抽自己2巴掌。他们在小镇上停留休息时，姑娘这是怎么了？不高兴啊？也没什么，只是见到外面的流民，心里不得劲儿，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听说他们是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姑娘可不敢单独去镇子外面，那里不光有流民，现在外面可是危险着呢。我没想着单独出去，大叔临走前可是交代过了，凡事都再三思而后行。兰草撅撅嘴，自己喜欢玩，可是又不是完全不懂事儿。姑娘放心，这事儿奴婢已经传信给在国师府这边的人了，他们会处理的，那些流民很快就会安顿好的。他没说的是，造成出现这么多流民的罪魁祸首也会受到惩罚。真的，国师府会安排这些人，那他们很快就有家啦。那当然，姑娘就别发愁了，放心好了。绯月看着已经再次开始做功课的兰草，嘴角不由往上勾了勾。姑娘果然是个心善的，不过并不是那么鲁莽，挺好。兰草知道那些流民有国师府的人出面之后，便不再关心，只专门做自己的事情，每天赶路、做功课、练功、雕刻，小日子过得倒也舒坦。一行人赶路的速度并不快，偶尔遇到好玩的地方还要停下来玩1天，或者遇到下雨天也会停下来休息2天，一路上走走停停，倒也惬意。此时的兰草还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在路上这一次次停留和绕路，反而避过了几次追赶过来想要劫走他的人。当然有时候也是绯月警觉，提前发现了不妥，带人将那劫杀之人给解决了。
斐月不知道的是，那些人早已经改走了另一条路，打算早一步到达清溪镇。那些人之所以对于封家2个孩子这么执着，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封家能拿出这么珍贵的药方，是他们家之前好些年都一直住在山里，说不定封家人就是在那山里有了奇遇，要不然丰年一个山里的穷猎户，功夫怎么会那么好？日子过得很有排面，见识也不一般，根本就不好拿捏。就连他身边的护卫一个个都那么厉害。他们一行人一直晃悠到下雪了，都还没回到县城里，直接被隔在了一个小镇上。可能是临近年关，外出行走的人很少，就连这镇上的客栈里也少有人住。今天早上蓝草发现下雪了之后，就带着大白和小白在客栈的后院里玩起了雪。丰盛、香梨、来顺他们几个也加入了进来，石头和大河则忙着给他们堆雪人，其他人则站在廊下看着他们玩闹。小白往前出溜了一大截，脑袋上全是雪。哎呦，香梨，你这死丫头咋砸到我这边了？来顺，你笨死了，快跑啊！小白马上就要顶到你屁股了。大白还会团雪球？看着姑娘他们稍玩一会儿就回去，我去煮些姜汤，一会儿我姑娘他们回来了喝一些，可别感染了风寒。留守快去吧，姑娘这里有我呢。斐月勾起的嘴角一直没有放下去，他摆摆手让刘婶离开，自己和郭大爷几人继续看主子们玩。客栈的后院里原本是几个小孩在玩雪打雪仗，一下子就变成了大人小孩的混战，外面2只羊在里面捣乱，顿时整个院子都乱了起来，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雪球，就连在廊下看热闹的郭大爷都没有幸免，身上被砸了好几下。哎呦，这些兔崽子疯起来就没个正形。不过他也不生气，依旧笑呵呵地清理着粘在身上胡子上的雪。敢问老丈，您这里可是有大夫？只见一个仆人打扮的男人站在自己身后，正弯腰冲自己行礼。哎呦，这位小哥，快起来，你这是？请问您这里可是有大夫？我家主人病了许久，镇上的大夫给看过，可是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便想着过来询问老人家。是啊，我们同行的有大夫。郭大爷虽然不知道对方的主人得了什么病，自己这边确实有大夫同行。可否请老人家引荐？我家主人确实等不及了。那人说着又冲着郭大爷行了一礼，态度非常诚恳。稍等啊，我喊他的药童过来。快，我们把这个大脑袋装上，再给他打扮打扮。蓝草兴奋地满院子找树枝什么的，打算给雪人扎个扫把。旁边的丰盛和来顺、香梨几个也各显神通，很快就将一个白白胖胖的雪人给打扮好了。就在这时，来顺忽然跳了起来。我想起来了，想起刚刚那人是谁了。什么人？他是谁啊？姑娘，二爷刚刚跟着郭大爷身后的是以前在府城的时候去过咱们家里，当时他就跟在姚家家主的身后。姚家家主身边的人。丰盛第一时间就把目光投到了蓝草身上。居然是府城的人，他怎么会在这里啊？这里离府城已经很远了。他刚刚来干什么？找大夫吗？对，大概是在房间里听说咱们同行的人里有大夫，只是谁生病了呢？那当然是他的主子了。只有蓝草一直没有说话。那天从姚家离开时，蓝草就已经不对姚家人抱什么希望了。那个地方比之蓝家更没有人情味儿，没有亲情，有的只有得失，只有价值。他不喜欢那里。来顺，你和夏丽在这里陪着小丫头，我过去看看，毕竟咱们在府城也算是相识。其实他主要是好奇姚家人怎么在这里，是不是过来抢自己侄女的。哇，姑娘，还是您的手巧，这雪人似乎更可爱一些。丰盛，你怎么来这里了？小的见过丰二爷。虽然丰盛之前并没有记住姚家的小厮，但是一直跟在魏康身边的大方可是将封家几个主子记得清清楚楚。听说你家老爷病了，我来看看。齐大夫，你们的病人怎么样了？这是染了风寒，又引发了其他的隐疾，在这里耽搁时间长了，恐怕要好好的调养一段时间。好，那我进去看看。老爷，丰二爷来看您了。丰盛这时才发现，此时的魏康比之前消瘦了不少，脸色也异常苍白，整个人也没什么精神的躺在床上。丰二爷，魏康对于封家几个人记得还是很清楚的，这不第一眼就认出了丰盛。你怎么在这里？这不是我要回乡吗？路上遇到下雪了，这才投宿在这家客栈里，打算过2天放行了再赶路。没想到刚刚在后院，我那小厮认出了你身边这位小哥，所以就过来看看。丰盛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便问起了魏康的病情。没想到这才短短1个多月没见，这个男人居然病成这样。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魏康一时激动，竟然咳了起来。老爷先前只是染了风寒，当时没当回事，只想着赶路，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到了这里，请了2个大夫看过，只是见效甚微。急着赶路，是下面的铺子出事了吗？丰盛可是记得魏康一早就出门查账了，还以为是下面的产业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去东河村一趟，去那里看看，给那可怜的孩子重新安个家，也好让他走得安稳。魏康被大方扶着靠坐在床上，喘了好一会儿，才给丰盛说起他着急赶路的原因。反正自家关于孩子的事情，丰家兄弟早就猜到了，没什么不能说的。你要回东河村？你相信我大哥说的话了？你想带他回姚家？丰盛精神一振，立马警惕起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人要跟自己抢侄女儿。我那女儿苦啊，都是兰家和姚家人害的，我怎么可能让她去姚家那么肮脏的地方？魏康失魂落魄地说着，只不过一句话没说完，又一次咳了起来。听了魏康这么说，丰盛才想起来对方还不知道小丫头没死，这会儿正在后院堆雪人玩呢。你之前不是不确定吗？是魏康怎么就转过弯来了？之前从丰家回来就想去东河村一趟。自从见到王氏之后，他就一直在怀疑王氏说的话，一心想要到东河村查探一番。丰盛还想说什么，这时房门被敲响了，是齐大夫和平安去而复返，他们带来了刚刚给魏康熬好的药。老爷，喝药吧。大方看着魏康把药喝下去，微微的松了一口气。这齐大夫之前在府城的名声很大，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希望这次喝的药有用，自家老爷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喝过药之后，丰盛看着魏康有些犯困，便跟着齐大夫2人一起出了房间。怎么样？魏康的病怎么样？麻烦吗？只要按时喝药，大概5、6天就能够继续赶路了。不过还是要再调养一段时间的。齐大夫并没有透露魏康的具体病情。那我们还要在这里停留5、6天？我差不多得停个5、6天。要不你们先回去，我和平安留下来，反正离县城也就几天的路了。齐大夫是不想放弃这个病人的，但是又不想耽误大家的行程，便想着自己再留几天。那不行，我们不能把你和平安留在这里。再说了，这会儿临近年关，路上也不安全，要留也是大家一起留。那就要麻烦大家伙儿多等几天了。可别这么说，这人跟着咱们遇着也是有极大的缘分，我相信小丫头也乐意在这里多待几天。行，那既然没别的事儿，我去后院看看他们。正事儿说完，丰盛一下子又变成了小孩的模样。二爷，快看，小的把这个放到您的窗台上。走，我们快回去，外面有些冷，可别冻着了。我们快回去吧，这个雪人放在窗台上还能多看几眼，要不然等太阳出来，院子里的雪很快就化了。几人抱着小雪人说说笑笑，便回了房间。小草，生病的是姚家主，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了，你要不要过去看看他？丰盛问话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他不确定这丫头心里的想法，但是他不能瞒着对方。都住这么长时间了，病得很重吗？他身边不是一直带着下人的吗？兰草噌的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之前在府城见过魏康一次，对他的印象要比姚慧欣好一些。原本以为他们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谁曾想时隔1个月，居然又碰到了一起。说是着急赶路，先前染了风寒没在意，拖了几天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么着急干什么？染了病都顾不上看吗？查账的事情就这么重要？此时的兰草心里是说不出的难过，他就知道姚家人都是看重产业，看重家族传承的，为了这个连身体都不顾。丰盛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实话实说。如果小丫头知道之后想要回到姚家，自己也拦不住，不是吗？不过如果姚家人敢欺负这丫头，他不是着急查账，而是要去东河村。什么？去东河村？他去河东村干什么？他似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想去东河村看看。丰盛有些遗憾，之前没能跟魏康多聊几句，可惜这会儿人家已经喝过药睡下了。真的？真的，他刚刚亲口告诉我的。丰盛点点头，这事儿就算自己现在不说，等他们回到清溪镇之后，兰草总会知道的，还不如大大方方说出来。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他的病怎么样了？他这次病得挺重的，得先喝个5、6天的药才能继续赶路，后面还要继续调理。那姚家并不是一个好去处，毕竟那里的当家人并不希望家里的小主子是个女娃。我去问问齐大叔。那行，你去吧，我也回去做功课了。这丫头的事情还是让她自己做主吧，我在这事儿上面还真没有什么发言权。况且姚家人真能欺负得了小丫头吗？不说她自身的武力有多厉害，旁边不是还有一个绯月吗？谁敢动小丫头一下，只怕是小命都要堪忧了，我还怕什么？齐大夫这边正在翻看以前记录的药方。
这怕不是又一个倒霉蛋吧？齐大叔，吃点心。哟，小丫头，后院的雪好玩不？喝过姜汤没有啊？喝过了，我不喝乡里可不让我出来。那就好，你过来有事？找齐大叔是有些事情要问。小丫头这么正式，说吧，想问什么？齐大叔一定会告诉你的。我就想问问齐大叔刚刚看的那位病人，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小叔说他已经在这里住了10多天了。嘿，隔壁那个究竟是什么人，让你们一个两个这么上心？之前是风神过来问了一次，现在又是你，说说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人，让你们两个这么上心？那齐大叔会告诉我那人的具体病情吗？兰草可是太知道齐大夫了，病人的病情他从来不往外透露，自己这次也只是来试试。那你先告诉我他是谁，我就考虑告诉你他的病情。他是我的亲生父亲。他就是姚家的家主。齐大夫惊讶地张大了嘴，他之前可是听丰年说过兰草的身世，也听说过关于姚家的事，只是他并不认识姚家人。刚刚去诊脉的时候，对方也只说自己姓魏，他怎么也没法把2个人想到一起去了，更没想到姚家家主竟然不姓姚而姓魏。他这个消息实在太劲爆了，冲击的他都有些语无伦次。齐大叔能告诉我他的病情吗？他怎么会病得那么厉害？听说他在这里都住了好些天。他这次的病说重吧要不了命，说轻吧那纯粹是骗人，确实是染了风寒没有及时喝药，不过他似乎还有其他问题，我这会儿正在斟酌用哪个方子，5、6天也确实能好一些，但是彻底根治只怕是要2、3个月才行啊。难不成他也遭人暗算了，被用药下毒了？那倒不至于，没那么严重，不过也确实接触了一些相互影响的物品，好好调理没什么大碍。真的不严重吗？可是他在这里看了好久的大夫，也喝了好些天药，都没能好起来。放心吧，你齐大叔可不骗你。怎么，你想过去看看？齐大夫有些八卦地问，他很想知道这对父女是怎么相认的，之前可没听封家人说这丫头认祖归宗了。我就是问问。齐大叔先找药方吧，我回去了。兰草见到齐大夫似乎还想问什么，赶紧溜，一句话没说完便跑了出去。哎，你这孩子，我不问了还不成吗？跑什么呀，慢点啊。咦，姑娘，你跑什么？齐大夫又逼你学医了。他可是知道齐大夫一心想让兰草学些医理，几乎每一次见到自家姑娘都要念叨一次。没有，我找他想问些事情。你喝姜汤了没有？刘婶家屋里的小火炉上还热着姜汤呢，快去喝一些。兰草对于姜汤的味道那叫一个深恶痛绝，因此他今天每见到一个人都要叮嘱对方喝姜汤，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呗。齐大夫快来呀，我家老爷这是怎么了？齐大夫快来看看我家老爷。大方喊着就拍响了齐大夫房间的门，而正在跟粉月说话的兰草则直接冲进了魏康的房间里，他的心这里砰砰砰的跳个不停。难道我真的这么没有亲人缘吗？才刚刚知道他跑这么远是为了去东河村打听我的过往，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就病得这么严重。魏康这会儿正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他这会儿双目紧闭，额头渗出不少汗，双手却在空中不停地划拉着，好像在使劲掐着什么的样子，嘴里也含糊不清地发出咕噜哼哧的怪声。这是怎么了？兰草吓得有些不知所措，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齐大叔，你快看看他怎么啦？都别急，我来看看。他先是让大方把魏康的双手按住，然后拿出银针准备给他扎2下，先让人安静下来再说。谁知道大方一个人竟然按不住病了许久的魏康，很快就被挣脱开了，反而挥舞得更厉害了。我也去。然后上前一把按住魏康挥舞得最厉害的一只手，大方这才堪堪按住另一只手。这人的力气还真大，要不然一个生病这么长时间的人哪里有那么大力气？应该是遗传兰老婆子的大力气，而我又是遗传她的吧。这样想着，他的心里不由感觉跟魏康又亲近了几分，只是看他现在病成这样，心里也怪难受的，有些吓人。兰草说着，眼睛都开始泛红了。别怕，有小叔在呢，还有齐大夫在，一定会没事的。兰草低声应着，目光依旧紧紧盯着床上的魏康。好在齐大夫给他扎过2针之后，魏康渐渐安静下来。齐大夫，我家老爷
这是怎么了？没啥，这是做梦魇了。啊，梦魇了！众人听了齐大夫的话，不由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都有些哭笑不得。感情闹腾成这样，竟然是因为做梦了。只是他梦到什么了，居然闹腾成这样？太好了，老爷没事，老爷没事。快起来吧，别这个样子，你还要好好照顾你家老爷呢。老爷不能出事啊！多谢齐大夫，多谢各位。大方顺势起身之后，朝着齐大夫深深的行了一礼，然后又向斐月行了一礼。你家老爷都病成这样了，力气还那么大，一个人居然都止不住。是我家老爷虽说不怎么会功夫，但是确实有一把好力气，只是他平时比较文雅，知道的人并不多。行了，病人这回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让他接着休息吧。我再开个方子，然后就守在这里。灵儿一会儿去把药熬上，等人睡醒了就喝。小丫头是不是吓到了？没事的，回去吧。走吧，有齐大夫在这里守着，不用担心。丰盛也怕房间里的病气过给兰草，拉了拉他的胳膊。好吧。兰草无奈，只能跟着丰盛一起出去。兰草随便找了个借口，便溜进了平安熬药的地方。只见他这间小灶房里，并排放着2个小炉子，上面分别放着2个药罐，正在咕嘟咕嘟冒着泡泡。小草，你怎么来了？这里面地方小，你还是别进来了。平安哥，楼上不是只有1个病人吗？怎么熬了2罐呀？都是那个病人的，我这就要把药送过去，你在这里帮我看会儿炉子。兰草原本还想着找个什么借口把人支开呢，没想到对方直接请他帮忙在这里看着炉子，这可把兰草给乐坏了。从空间里拿出一个小竹筒，里面是稀释过的健体丹的水，他稍微往里滴了一些，赶紧将竹筒收起来，继续装作乖宝宝的样子，站回灶房外面守着药罐。平安很快就回来了，他见到兰草还是守在灶房外面，不由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个丫头是个靠谱的，他知道只要魏康喝了后面这碗药，肯定很快就能恢复，他也不用继续担心了，蹦蹦跳跳离开了。自己刚刚往药罐里加东西的动作已经被一直关注他的斐月看到了，这时正一脸疑惑地低头沉思。虽然他不明白自家姑娘往药罐里放了什么，不过他也不会问就是了。平安哥，人醒了，人醒了，我去喊齐大叔。兰草的喊声直接把刚刚还有些懵的魏康给激得清醒了几分。我这是睡了多久？哎呦，可算是醒了。现在大伙儿都用过晚饭了，您可是整整睡了1天呢。平安一边说着，一边把刚刚倒的温水给他。魏康睡了1整天，感觉身体比之前轻松了一些。齐大夫也被兰草喊来了，兰草并没有跟着齐大夫一起过来，他知道魏康醒了，也就安心了。反正自己刚刚趁平安喝鱼汤的时候，往房间里的茶壶里放了一点健体丹的稀释液，人总会越来越精神的。第二天一早，魏康老早就醒了过来，他看着趴在桌上睡着的大方，不忍心叫醒对方，于是他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大方醒来，就隐隐听到一声声清脆的女娃背书的声音，他又听到另一个男娃读书的声音，听起来是风二爷的声音，看来2人都很用功。魏康听着隔壁传来的读书声，整个人的思绪不由回想起自己刚到养父家时，那个时候养父给自己请了个先生，在家里教自己读书，每天早早起来练字背书，生怕自己懒惰一点就被养父斥责。后来那个对自己期望很大的养父也放弃了自己。老爷，你醒了啊？昨天睡多了。大方见魏康的脸色还算正常，整个人比昨天精神不少。老爷，您先喝水，热热喉。魏康喝过水之后，整个人又舒服了很多。幸亏你昨天机灵，替人闲话，还能帮我找个名医，喝了1天药，整个人都好了不少。大方被魏康夸了一句，整个人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那不是心里着急吗？谁能成想，居然能在这偏僻的镇上遇到府上有名的齐大夫，也是我命不该绝。老爷福大命大，往后有福着呢。魏康也被大方的话给逗得笑呵呵。姚家主，可知你这次的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齐大夫还是别叫我姚家主了，我姓魏。他总感觉这3个字包含着无尽的嘲讽。哪有堂堂家主在快过年的时候被赶出去查账的？好，魏老爷，今天我留下来就是专门跟你说说你的病情的。齐大夫也不在意给对方称呼什么，便直接改了口。这次生病难道不是一场风寒引起的？当然不是，一场风寒怎么能把一个大男人折腾成那样？再说了，你平常可是打拳的，身体哪会有那么差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觉得哪里不舒服呀。
魏康这下可不淡定了，一下子急得又开始咳嗽起来。你着了道，这是肯定的，只不过并不严重，10年内肯定是不会有事的，而且想要你的命，还得再多下几次才行。只是你这场风寒来得太猛，又拖的时间长，才会一直这样治不好的。齐大夫的话如同一个惊天大雷，震得魏康半天回不过神来。我被下毒了？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感觉呀。也算不上是毒，只能算是一个引子而已，你以后得注意一些。齐大夫说着就坐在桌子旁边拿起笔写起来。当他从齐大夫手里拿过几张纸之后，看到上面应该避讳的事情，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这是在姚家老太爷那里找得到。我哪里是什么姚家主，我就是一个管家，在入赘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命运。姚家就是想要一个能站在前面的管家，姚家根本就不需要我，他只想要一个可以掌控听他话的儿子。魏康一时间激动又咳个不停，最后还是齐大夫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喝过之后又给他扎了一针。没过多长时间，魏康直接沉沉睡去。齐大夫这才打算出去喊老高进来守着，就见到兰草呆呆地站在房间外面。再远一些的地方，斐月无聊地靠在栏杆上。小草，你怎么在这里啊？走吧，跟我回去，让他好好休息。这丫头指定是担心魏康的病情，所以等在外面，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之前屋里的谈话。丫头，你就打算这样的一直悄悄过来看人？想认的话就直接就把话讲明了呗。齐大夫回到房间的第一句话就是盯着兰草的眼睛问，他觉得这小丫头也太小心翼翼了，想认爹就干脆直接上前认呗。不要，他都不知道我是他闺女，也不知道我还活着怎么认，而且我还想看看他到河东村之后是什么反应。要知道我当初受了那么多委屈，就是因为他太轻信别人造成的。我自己从地狱里爬了出来，不想再被别人拖进地狱。这次兰草的反应很激烈，他对魏康的印象还可以，也想认亲人，可是他不想去一个完全不想要自己的家，那姚家根本就不是好去处，他心里很清楚。好吧，你想怎么着都行，只是别委屈自己，要做一个开开心心的小草。齐大夫无奈地揉了揉兰草的脑袋，这孩子说的也没错，不能够为了认亲人让他再掉进火坑里，这事儿慢慢来，不急。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也会找齐大夫问问魏康的身体状况，只是他再也没有找借口去看过魏康，他怕自己一直过去看望魏康，会在心里过分依赖对方，看他到了东河村怎么做再说吧。魏康这里已经喝了5天汤药，整个人不说完全恢复吧，总之已经能在屋里走走。老爷，您悠着点，在房间里少走几圈，要不然身体该受不住了。放心吧，我的身体自己知道，多走几圈也没问题的。明天就要一起赶路了，还是多活动活动，也要适应一下以后的日子。说来也巧，这齐大夫的家乡竟然就在清溪站，难怪他会和方家二爷一起呢。没想到大家都是同路，也是老爷福大命大，后面赶路的几天有齐大夫同行，小的也能偷偷懒。也是齐大夫仁义，方家人大气，在客栈里足足等了我5天才继续赶路，咱们得记得他们的好。魏康不由感叹，自己这一次算是很险了，以后还是得多做善事，多积功德。对，齐大夫和方二爷还有方家姑娘都是大善人。推开房间里的窗户往外看，咦，方家小姑娘的身手这么好。魏康一眼就认出在后院耍鞭子的是兰草，之前在封家见了一面，只觉得她格外乖巧可爱，没想到这身手还真是不错，比自家的护卫都要好上许多。那可不，封家的2个小主子每天都跟着护卫去镇子外面练功，这还是第一次在后院耍鞭子呢。丰年是个武将，家里2个小的从小就练武，这也正常。看着后院那个身手灵活又有些飒爽的小丫头，魏康不由想起自己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女儿，差不多一样大的年纪，却一直活在打骂中，最后还惨死在深山的野兽口中。算了，还是不看了，免得心里难过。第二天一早，一行人用过早饭之后，便坐上马车上路了。原本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的魏康，这会儿猛地睁开了眼睛。大风，外面是有人在读书吗？我是不是听错了？老爷没听错，是封家小姑娘在背书，封二爷在队伍前面背呢。封家人优秀是有原因的，我看呀，
府城有些人家就是嫉妒，嘲笑他们是山里的猎户不配，就算是大户人家的孩子，都很少有这么用功的。那可不，听平安说啊，封家小姑娘还有一手极好的雕刻手艺，小小的年纪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了。在镇子上，她雕的东西可是很抢手的。哦，那可了不得，小小年纪居然有这好手艺，还真是没想到，这封家人带给人的惊喜还真是越来越多了。他们每天晨练时，魏康都在旁边看得心里一片火热，也跟着练起了自己少年时打的拳来。看着完全不一样的老爷，大方和老高也开心的不行。自家老爷在姚家一直过得小心翼翼，就连外出应酬查账都要谨慎再谨慎，哪里有这几天的舒心洒脱。等到众人回到县城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4天，这会儿也到了傍晚时分，大伙儿赶了半天路，这会儿已经又累又饿。来顺，让石头领路，咱们去太和楼旁边的客栈安顿，晚上二爷我在太和楼请大伙吃饭。好嘞，二爷，小的这就去。小的给二爷姑娘请安。起吧，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用饭，你给安排着来。主子快上2楼，您的雅间一直留着，老奴伺候主子们。刘掌柜见到家里2个主子过来，这会儿心里那叫一个欢喜，怎么能不亲自伺候？丰盛带着蓝草、齐大夫还有魏康几人上了2楼雅间，其他人则被小二招呼着坐在2楼的大厅里。刘掌柜，你这是还有事儿？有二爷，您可算是说对了，老奴想请姑娘救救急呀。什么事啊？刘掌柜你说。我的姑娘这酒楼里可等着姑娘的酒应急呢，您这一走就是半年，老奴上次拉来的酒都断了好久了。啊？哦，想起来了，明天让我回到镇上之后，让人给你送来一些。蓝草这时才想起来，我之前给这酒楼才留了20几坛酒，再加上庄子地窖里存的，那也卖不了半年，难怪刘掌柜这么着急。老奴可要多谢姑娘了。刘掌柜喜得连连朝着蓝草作揖道谢，一双小眼都眯成了一条缝。你先下去吧，一会儿让人找李管事过来，我们今晚歇在隔壁的客栈里。是二爷，您几位稍等，饭菜一会儿就上。直接笑着行了一礼，便打算退出去。对了，掌柜的，这里有位病人，记得来2个清淡点的菜。好嘞，小丫头的酒看来很受欢迎啊，你看把刘掌柜给急的。齐大夫说着，不由咂巴了一下嘴。别说，那滋味还真是没得说的。就得让他急，让好酒的客人想着念着才行。没错，就得这样。丰盛这会儿的心情不错，他刚刚大致看了一下1楼和2楼大厅，摆好的桌子已经坐了8成客人，这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此时的魏康再一次感叹，封家2个孩子是真的很不错，小小年纪都有自己的产业。封二爷这酒楼经营的有声有色，小丫头自己会雕刻的手艺也不错，似乎酿酒也很厉害。封家的祖坟可真是冒青烟了，有这么能干的2个后辈。他这样想着，不由盯着丰盛和蓝草有些出神。尤其是面对蓝草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越看越觉得可爱。丰盛见魏康一直盯着蓝草发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便出声提醒他：魏老爷，你不舒服吗？魏康被这么一提醒，也有些不好意思。没有，就觉得封家的孩子个个优秀，实在难得，尤其是这小丫头，还真的是每次都让人觉得惊喜。魏兄才是说对了，这丫头厉害着呢，打猎也是很厉害的。这丫头还能打猎，这个太让人意外了。魏康扭头将蓝草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么小的孩子是怎么打猎，这怕是刚刚比一张弓高一些吧。你们可别小看这丫头啊，可是有一把好力气，小小年纪那可是跟野猪按地上打的。齐大夫一时高兴，说的有些多了，把丰年以前告诉他的事都说了出来。齐大叔，您这样说我还要不要面子啊？人家现在好歹也是封家大姑娘，可不行这么说人家。蓝草不满地撅撅嘴。对，小丫头文静得很，这话以后都不能够在外面说了。这丫头在冯兄夫妇2人身边待了一段时间，确实变化很大。魏康听说蓝草小年纪曾经按着野猪打，是因为有一身好力气，一下子就感觉跟他的距离又近了一些。自己和这丫头都是有一身好力气。一顿晚饭，大伙儿吃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为了不至于太难受，蓝草不动声色地给旁边的茶壶里放了些空间里的清泉水，希望大伙儿喝了之后能好受一些。魏康吃过饭之后，就先回了旁边的客栈去休息。他要好好养精蓄锐，明天他还要去东河村呢。听说缺德的老大一家已经死得没人了，
不过村里还有老二一家，他必须得问清楚老二当初自己女儿在兰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姑娘，这是之前卖酒的银子，老奴一直给您单独留着，这是账本。刘掌柜恭恭敬敬把一个小匣子和账本送到兰草的手里，李小三也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账本递上。姑娘，这是秀芳和木器坊这几个月的收益和账本。同样的，丰盛也收到了一些银子和2个账本，这是他的酒楼和书斋的收益。这会儿两人分别看着各自的账本，由于几个铺子都才开业没多长时间，因此账本看起来倒也没有那么费时间。兰草放下账本，一抬头才发现香梨还站在自己身后，不过似乎有些心事。没有，这才想起来香梨的家人就在县城。香梨，我这边没事了，你回家住2天，到时候跟着过来送酒的马回去。真的，奴婢可以回家看看。去吧，都到家门口了，回去看看方掌柜他们。兰草又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主子，还不能让身边的人跟家人见面了。李小三临走前还告诉两人，庄子的刘叔送来消息，最近镇子上来了许多外地人，似乎有从府城来的，看样子都不好惹。他一说这话，就让兰草两人的心提了起来。要知道他们刚出府城那几天可是没少被人拦截，难不成他们直接追到镇上了？小草，你看我们要不要就留在县城过年，等那些人走了咱们再回镇上，或者就这么待在县城过年，咱们在县城买个院子也不是不可以。他是不想让小丫头面对那些人的。我想跟着回去看看，看一眼魏老爷，知道自己女儿之前过的日子是个什么反应。有些东西还是要眼见为实。也对，这也是大事儿，我也得去看看，要不然不放心。那咱们回到镇上就小心一些，家里那些护卫都带回去。好，有翡月在，那些人也占不了便宜。兰草现在倒是不害怕那些在清溪镇活动的外地人，先不说自身武力值不错，单单是翡月和那些护卫，一个个都不是吃素的。一路无话，众人在半下午时终于回到了清溪镇。魏康第一时间就让大方在镇上的客栈里订了个房间，他打算洗漱一下就去东河村看看，最好能先找到老二。齐大夫带着平安直接回了医馆。小叔，我还住以前的院子。去吧去吧，这小丫头只有回到自家才这么欢脱，挺好。郭大爷直接赶着马车，带着一部分护卫赶往庄子上去。姑娘，魏康出发了。好，我们跟上。我跟你一起。丰盛跟兰草可是一样的想法，这会儿他得亲自看看魏康的表现才行。魏康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村落，儿时的记忆一点点涌入脑海。几位贵人有礼了。为首的老汉在一群小娃的簇拥下迎了上来，他正是东河村的村长。你是桂祥叔？魏康一眼就认出了来人。你是兰家的三小子？啊，是桂祥叔，我是三小子。您老这几年身体可好啊？魏康见到来人认出自己，便上前一步，稍稍弯腰行了一礼，毕竟是村里的长辈。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快起来了，快起来。村长一把拦住魏康，这兰家三小子跟其他人可不一样，从小没在兰家长大，现在又是一副富贵样，可不敢让对方真给自己这糟老头子行礼。桂祥叔，马车上有我给村里几位长辈带的礼品，回头给您带回去一份。哎呦，那可真是谢谢三小子了。走，跟叔回家，让你婶子炒2个好菜。老村长接过大方递过来的礼盒，一张老脸已经欢喜地挤到一起。桂祥叔，不用了，这走过来就想跟您打听些事儿。三小子想知道什么？叔啊，一定是知无不言。来问几个问题，你们回答好了就有糖吃哦。大方高高举着那包糖，笑眯眯地对面前的一群孩子说：哈，东河村就没有我朝天面不知道的，你快问，你快问问，问完了好吃糖。大方的话音刚落，就换来了一片欢呼声。你们知不知道村子里姓兰的一家？你这问的什么话？我们村子里可有不少姓兰的，你想问哪一家？年龄最大的朝天变不满地嚷嚷起来。对啊，村子里姓兰的可有好几家呢。是啊，我也姓兰，只是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一家。我想问兰安庆那家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他呀，不就是个人贩子吗？就是这事儿，附近村子里哪个不知道啊？先给每人1块糖。他家是不是有个女娃，5、6岁的样子？你们和他熟吗？你是说小草？可是他去年就已经死了呀。对，被他爹扔进深山死了。听我爹说，他们当天晚上进山找的时候，只找到一只破鞋子，
还有一个破布片。对对对，听说那个破布片还是他二婶给包吃的用的。那你们还记得那孩子活着的事情吗？大方继续问。天天挨打，一天2筐竹草2筐柴，他穿的衣服都短了很多，还有许多破洞。我娘给他补过几次衣服，后来太破了没法补，就把我的衣服给他穿。还有，他二叔家的弟弟总爱告状，爱欺负他，他奶力气可大了，打人特别疼，还不给饭吃，我看到他都饿得直哭呢。他娘也不管他，头发脏的都不成样子。有一次自己在河边洗头发，一头栽进河里，差点被淹死。他力气大，他奶就一直让他干活，每次出门都带着柴刀和背篓。大方听着这群孩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自家小主子以前的事情，眼睛里不由湿润了起来。那些天杀的混蛋竟然这么搓磨自家的小主子，只是可恨他们得到的报应太早了，这口气愣是发不出去。哎呀，那孩子特别乖巧有礼，也是个勤快的，村里的小辈儿就没有比他好的。可惜你那爹娘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愣是将好好的个娃搓磨得瘦得像个麻杆一样，那胳膊腿上都快没有一丁点好皮了。哎呀，还有那个王氏也是个蠢的，愣是一点都不管那丫头，是任由你娘不是打就是骂。还有蓝安庆那个狗东西，愣是一点都没看到那孩子有多难，可怜那孩子小小的年纪就那么没了。哎，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呀？这事之后，你们家又先后出了许多事，你爹病死了，你娘被沉了塘，你大哥不知怎么的就跟那些派花子混到了一起，还偷了村子里的小娃，最后也被砍了头。村长一口气将去年兰家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此时的魏康咬着牙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他们不是我爹娘，自从那年我被他们卖到养父家里之后，他们心里就没我了。哎呀，你也别难过了，走，跟叔回家吃饭去。葛祥叔，你回吧，我去我大伯家看看。魏康打算再去兰桂山家走一趟，他想多听几个人说这事儿。哎呦，你大伯一家开春就搬到县城去住了，他们家的院子现在没人。搬县城了？那我去老二家里。毕竟兰家现在只剩下老二一家了，他还要找老二算账呢。哎，老二他现在也不住在村子里，之前你娘把他怀着孕的媳妇儿推进河里，他一气之下就跟着李氏搬去林家庄住了。那好，我一会儿去李家庄找老二。我想说你回吧，老高在这里等着，我带大方进村就行了。老爷，小主子在这里过得实在太苦了。大方之前听了那些孩子的话之后，久久不能平静。要知道那些孩子可是不会骗人的，他们眼里的对错才是最真的，不像大人因为一些利益美化或丑化一些东西。不急，这事儿我会给那孩子讨回公道的。魏康扬起头来，努力把自己眼睛里的泪意压下去，咬牙切齿地说。此时的天色已经暗下来。老爷，要不准备个灯笼，一会儿回来小的好给您照个亮。大方看着越来越暗的天色，不由担心起来，这黑漆漆的又人生地不熟的，可别在路上滑一跤就糟了。行吧，小时候我是经常在这村子里走动的。建功。魏康这会儿也认出了对方，来人正是自己儿时的小跟班。小时候自己离开东河村的时候，这小子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三哥，你回来了，快快跟我回家。建功没想到时隔几年之后还能再在村子里见到儿时的伙伴，便很热情地请他回家。不了，我回来想找人打听些事儿。魏康见到这个儿时的伙伴，心情比之前好了一些。小三哥，你想打听什么事情？看我知不知道。我想问问关于小草的事情就是我们家老大家的那个女娃。魏康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向建功说起了自己的目的。他呀，是个好孩子，只是可惜了，小年纪没过过好日子，最后还死得冤呐。对于老蓝头为什么对那小丫头下手的原因，他事后在心里门清，只是这种事情关乎到自家老娘的名声，就没有跟人提起过。死得冤？难道这里没有什么隐情？我刚刚听村长说，那孩子是被老大背着扔到山里的，难道不是这样？魏康的心跟着揪着疼，难道那孩子之前还遭受了其他折磨不成？被魏康这么一问，建功的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这让他怎么说呢？
要不小三哥跟我回家去吧，这话在外面也没法说呀。他可太知道村里这些人的尿性了，万一今天自己说的话被第三个人听到，恐怕明天一早全村人都知道了。还真有事儿。几人走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到了建功家里。推开院门，魏康一眼就见到这重新翻修过的房子以及干干净净的院子。可以啊，建功，这屋子都重新翻修过了，这院子也被婶子整理得干净利索。耶，屋里怎么没灯？婶子歇下了。哎，进屋吧，我娘她不在这里，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不过再过个2个月我就要成亲了，回来呢也能够有口热乎饭吃。哎呀，要成亲了，哈哈，挺好。回头哥哥给你包个大红包。建功憨憨一笑，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你刚刚说那个丫头死得冤，是怎么回事啊？说起来这都是丑闻啊，这事儿啊，恐怕除了我没有别人知道。一张脸也涨得通红。你快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魏康急切地问，手不自觉抓住了建功的胳膊，他怕听到让他没法接受的可怕事情。就是你爹和人在一起胡闹，被那孩子看到了，而你爹又发现了那孩子偷看，然后就……建功说起这事儿的时候，还是将自己的亲娘摘了出去。毕竟那老蓝头都死了，可是自己的娘可还活着。虽然已经嫁到临县去了，但是终究是活着的。看到我爹跟人胡闹，胡闹什么了？看到了又怎？魏康原本还没反应过来建功这是在说什么，可是自己反驳的话还没说完，立马就反应过来了。就因为这个，他一个几岁的孩子懂什么？就这样把人弄死了？龌龊之人的心思哪里是你能够想明白的？他还不是怕那孩子把这事说出去，到时候一要被你娘揍，二呢也要连累大房那宝贝儿子。建功心里头是极为不耻的，哪怕自己已经被人狠揍了一顿，此时说起话来还是一点都不客气。那老大一家呢？他们对那孩子一点都不管不顾。管什么管啊？那个王氏啊，心里就只有2个儿子，根本就不看那孩子一眼。听村里的几个小孩子说啊，那女娃从3岁开始就一直住在家里的柴房里，冬天呢就用干草裹着取暖呢。砰，哗啦，咔嚓，魏康一巴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那张桌子也应声散架，桌子上的水壶茶碗全都碎了一地。小三哥，建功被这样的魏康给吓了一跳，也顾不得擦拭溅到自己身上的水，赶紧从凳子上跳起来。好一会儿，魏康才压下心里的怒火。对不住啊，建功，我只是气急了，没吓到你吧？小三哥，你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发那么大的火呢？建功也不明白，怎么这人突然就出现单单打听兰家大房那个丫头的事情呢？还发这么大脾气？那孩子是我的亲生女儿，当初刚生下来就被人给换了。魏康颓废地坐在一堆废墟旁，身上的水渍让他这个人显得极为狼狈。什么？那是你女儿？建功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都说得通了。难怪啊，老大2口子都不管那孩子呢，这怎么现在才来找他？他都死了，死在了深山里的野兽的嘴里呢。建功这会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看着眼前衣着华丽的男子，又想想以前在村子里连个小乞丐都不如的小丫头，忍不住质问起来。魏康嘲讽一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事儿的，没想到事实比我知道的更残忍。如果不是那个王氏贪心，跑到府城去想认回自己的儿子，恐怕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事儿。这事儿还真像是那家人能够干出来的。魏康现在不想说太多这事儿，他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急需找个发泄的对象。你知道我家老二住在哪里吗？我一会儿去找他。知道啊，我未来岳丈家就在李家庄，我带你去。马车上有吃的，你这才刚回来就把你拉着出门，可真是过意不去啊。魏康这会儿是一刻都等不了，他想听听蓝老二是怎么说这事儿的。这有啥，多大点事儿嘛。就这样，建功收下大方手里的礼盒跟荷包之后，跟着魏康2人便出了门。随着魏康离开东河村，一直跟着他们的兰草几人也再次跟着他们往李家庄的方向过去。是魏康要干嘛？丰盛有些不满地问，这人怎么在东河村转了一圈就跑出来了？嘘，安静看着就行。对，就是那家。小三哥，要不你自己去，我就先回去了。建功是不打算掺和他们兄弟2个中间的事情的。好，老高，你和大方把人送回去，好好谢谢人家。是，老爷。 2人都没有异议，他们都知道自家老爷力气大，之前也是练过拳的，这会儿肯定出不了事。等到马车离开之后，魏康这才走向那个院子，远远的他就听到屋里有孩童嬉笑的声音。爹，我背的书怎么样？男孩的声音里满是骄傲。真好，
扎马步不能泄气，继续背书。男人的声音虽然严厉，却也充满了宠溺。我站得很好，倒是爹，你刚刚还趁我背书的时候起来活动了一下，别以为我人小没看到。男孩的声音里是满满的控诉。好啦，小浩背得很好，一会儿再打一套拳给你小弟看，让他学着点。一个温柔的女声笑着打断了父子二人的对话。好，男孩欢喜地脆声应下。魏康听着从屋里传来的欢笑声，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自己的女儿被一家人搓磨死了，想找老大一家和爹娘报仇，可是他们全死了，只剩下这冷眼旁观的老二一家还算齐全。可是自己怎么就那么讨厌他们的笑声呢？他拍门的声音极大，就是存心想打断屋里的欢笑声。谁呀？来了！魏康听出来了，这是老二的声音。谁呀？开门，是我，魏康。他现在不想提起自己在兰家时的名字，他不想要这个身份了。老三，果然是你！哎，快进来，快进来啊！哎呀，老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怎么没有提前来个信呢？就你一个人吗？哎，快进来，快进来！你这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吃饭了没啊？我让你二嫂给你做饭，你怎么就一个人？身边一个人都没带。孩儿大娘、小浩，你们快出来，看看是谁来了呀？谁呀？谁回来了？是不是我姐回了？谁呀？李氏跟在后面也走了出来。小浩，快来叫小叔，这是你小叔啊。他不是小叔，我有小叔，小叔还带我骑马呢。呵呵，兰老二，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魏康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兰安平一家愣在了当场。老三啊，这孩子第一次见你还不认识，你别见怪啊。走，快进屋。他本来就不是我小叔。兰浩不服气地回了一句，然后快速闪回到李氏身后。他抱着小儿子的李氏这会儿也发现了院子里那兄弟两人之间气氛有些微妙，直接在自家儿子背上拍了一巴掌。要你多话，以前教你的都忘了，回去接着扎马步，时间再加1刻钟。他小叔啊，孩子小不懂事，我会教训他的，你别介意啊。嫂子这就去给你做饭，一会儿你们哥俩好好喝一杯。李氏一向是个聪明的，他们兄弟两个的事情，自己一个妇道人家，还是不要掺和了。其实这小子认不认我这个小叔都无所谓，我过来是想问你一些事情，也不进屋了。兰安平这会儿算是看出来了，自己这个弟弟这次回来是带着气的，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说吧，你想问什么？我想现在去老头子和老大的坟上去看看。现在？要不还是明天吧，这会儿啊天都黑了，山上的路可不好走呢。兰安平看看已经黑漆漆的外面，有些犹豫，这个时候去山上可不怎么安全，而且他们是去坟地里，想起来都有些瘆人。不，就现在，我去给他们两个坟上加些土，你把家里的工具带上。魏康说着就转身出了院子，他知道老二一定会跟上的。怎么就走了？等等我呀！我去准备个火把。这怎么性子变得这么急躁呢？二大娘，我去爹的坟上看一眼，你们照顾好孩子啊！怎么这个时候过去啊？这都什么时辰了？你穿厚一些，带上火把，看这些路。算了，老三怕是听说家里出事了，这心里正不好受着呢，就听他的吧。我带了火把，没事的。兰安平只当自家弟弟是因为乍一听说家中出事，才会这么急切的想要去坟上看看，所以并不在意魏康之前的态度。走吧，既然你想去看看，那就去。不过你得答应二哥，可不能太伤心啊。咱爹临走的时候也是吃了不少的苦的，他最后瘫痪在床，身边呢也没个人照顾，我也就只是每天过来送送饭。当时大哥和大嫂都消失不见了，娘也被沉了堂，家里的名声坏了。李家庄这些人又不允许爹住到这里，没办法，我也就只能多跑几趟。自从你几年前上次离开之后，我让老大家的小子给你写过信，只可惜呢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再加上你上次离开的时候说举家搬住府城，我们一直以为信没送到呢，后来也就不写了。只没想到你这个时间能回来，二哥心里是真的高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就留在这里过年吧，咱哥俩也好聚聚。兰安平一直主动跟魏康说话，只是要么换来一个简短的要么就是换来一阵沉默，同时也在心里嘀咕，这个三弟这次回来明显阴郁了很多，完全没了之前的意气风发，看样子他在外面的日子也不好过，要不然不会变成这样。富贵人家的日子看起来也不好过，而走在他身后的魏康却死死盯着前面的背影。这个人刚刚说了那么多，
却没有提起一家人苛待自己女儿的事情。他已经想好了，到了老头子的坟头，自己一定要把蓝安庆刨出来鞭尸，要把眼前这蓝安平狠狠揍一顿。自己女儿以前活着的时候，可没少因为他儿子挨过打，自己狠揍他一顿总不过分吧。至于蓝老头，他作为自己的亲生父亲，自己确实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不耽误自己将他大骂一顿。老不休的玩意儿，就因为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把自己的女儿扔进了山里。这就是爹的坟，那个是大哥的。他指着面前2个土堆，说着就上前走了几步，跪倒在老蓝头的坟前，深深地磕了一个头。爹，小三今天回来，儿子带小三来看您，小三快来给爹磕头。蓝安平说着，扭头往自己身旁看了一眼，就见原本该跪在自己旁边的魏康，此时已经拿着刚刚丢在地上的铁锹，在蓝安庆的坟头刨土。老三，你干什么？快来给爹磕头啊！你在大哥的坟头上干什么呀？哼，大哥，这个狗东西他配吗？老子要把他挫骨扬灰！小三，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爹还看着呢，你怎么能在爹的坟前乱来呢？蓝安平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路上不吭声的弟弟居然一来到这里就开始胡闹。爹，我没有这样的爹。当年他把我卖给养父的时候，就不是我爹了。老子不刨了他的坟，已经是看在他生养了我一场的份上了。你起开！魏康一把甩开前来阻拦自己的蓝安平，继续在蓝安庆的坟头刨。老三，你疯了！蓝安平被重重的摔了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怒瞪着正在不停刨坟的魏康。老子没疯，老子可被气疯了！这个畜生不配我给他磕头，不配老子喊他一声大哥。魏康一边刨一边怒骂：老三，你快停下来，别在这里闹了，让爹安息吧。蓝安平见魏康这疯狂的样子，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从后面抱住他，把人往后拖，不让他继续祸害大哥的坟头。你放开他，凭什么安息？老子就是让他死都不能安宁！不要脸的老货，真他妈恶心人！你放开，再拦老子令你一起打！魏康哪里是蓝安平能拦得住的？要知道，兄弟3个之中，只有他跟蓝老婆子一样有一身好力气。从小这2个哥哥就打不过自己，现在想拦着自己，那怎么可能？只是这一次，蓝安平铁了心不让他继续挖坟，魏康挣脱了2次，还真没甩开。老三，别这样说，他怎么着都是咱们的爹呀！蓝安平这里惊惧不已，这个老三是怎么回事？怎么对爹和老大有这么强烈的怨恨？滚！魏康怒吼一声，就再次将蓝安平给甩到一旁，然后他直接将手里的铁锹扔到旁边，一个翻身骑在蓝安平身上，对着他就是一顿胖揍。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助纣为虐，残害亲侄女，你就是个小人！你当初怎么不说那2个老不死的啊？为什么不拦着他们？老子就是要掘了他蓝安庆的坟，你凭什么拦我？你他妈是个瞎子吗？以前都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出来装什么好人？老子打死你！魏康心里原本就无比火大，压抑了好久的火气刚要发出来，就被蓝安平3番5次阻拦，这下子直接让他爆发了，将这个装聋作哑的老二给狠狠地暴揍了一顿。很快，蓝安平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不是这样的，你胡说什么？哎呦，你疯了，下死手呀！直到将蓝安平揍得鼻青脸肿，魏康这才又拿起铁锹刨起蓝安庆的坟来。这一下耳根子终于清净了。之前一直拦着自己的人，这会儿已经被揍得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出了一会儿气之后，魏康的情绪稍稍平复一些，听着从深山里传出的兽吼声，有些悲伤地问：蓝老二，你现在觉得害怕吗？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远处是一大片坟地，再远一些的深山里是凶狠嗜血的野兽，他们盯着山里的每一个活物，随时都准备张开血盆大口。老三，你别说了，你这个疯子，快滚开！蓝安平听了这话，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先是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由得打了个哆嗦，然后一把推开有些神神叨叨的魏康，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下意识离魏康远一些。小人懦夫！魏康说着，抄起地上的铁锹，继续刨蓝安庆的坟。他就是让这个龟孙子死都不得安宁。蓝安泰，老子忍你很久了，你他妈一回来就发什么疯啊？又是刨坟又是打人，就连给爹磕个头你都不愿意吗？是你现在是富贵了，如果不想认我们这一家泥腿子，你别回来啊！回来了你发什么疯？滚！你给老子滚！混蛋玩意儿，你回来干什么？蓝安平这会儿也被打出了一身火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满心欢喜迎接自己这个多年未见的小弟，却迎来了一顿胖揍。谁说老子富贵了就不认你们了？可是你们都把我当个傻子来糊弄，老子给你们写了那么多信，为什么就没有回一封？那2个老不死的和老大一家人苛待我女儿，
你是瞎子吗？看不到？你儿子欺负我女儿的时候你看不到？老子没直接上手打你儿子已经是留情了，别他妈叽歪，连个老不死的还想让我给他磕头？呸！这辈子都不可能，他不配！两兄弟一下子扭打在一起，两人一边打一边对骂，这让一直尾随他们过来的蓝草几人看得目瞪口呆。这魏康看着还算靠谱。嘘，小声点，咱们接着看。斐月小声提醒了一句，心里对魏康的看法比之前好了一些。至于蓝草，在看两人打架的同时，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自己在蓝家受的苦，遭的罪，想想都让人心酸。没想到自己这个亲爹一回来就来找事儿，他的心里有些小窃喜。似乎这个亲爹还不错。另一边的郎安平在打架的同时，也被魏康的话给镇住了。现在他才弄明白自己这个弟弟今天发这么大火的原因，他这是在为小草抱不平。他刚想说小草还活着，可惜他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就被魏康一拳头砸在了脸上。砰！郎安平应声仰面倒下，直直摔在地上，晕了过去。魏康这会儿并没有理会晕过去的郎安平，而是拿起铁锹继续刨坟。脏心烂肺的郎安庆，老子让你在地下不能安宁，你的尸骨不配入土，就该跑到山里喂狼！你家子恶心玩意儿，只会搓磨一个孩子，我打死你！只是当他刨到硬硬的东西之后，拿来火把一照，只见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棺材，里面竟然是空的。那棺材很明显被人暴力破坏掉了。报应啊！报应啊！这是报应！他知道在自己之前已经有人把蓝安庆的坟给刨了，尸身也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或许被山里那些野兽分食了也有可能。这时被一拳头砸晕的郎安平也悠悠醒来，他见到有些发狂的魏康，心里不由一紧，吓得他赶紧爬起身去查看郎安庆的坟。这一看不要紧，他也被那破破烂烂又空荡荡的棺材给吓得腿有些软。这是怎么回事？谁动了大哥的坟呢？郎安平的声音都有些哆嗦，究竟是谁对大哥怀有这么大的敌意？我跟你说，郎安庆他就是遭了报应，他全家都遭了报应。魏康这会儿心里畅快极了。你怎么回事？要知道人死灯灭，前尘往事一笔消，你就是刨了他的坟也无济于事啊！郎安平擦了一把鼻子上的血，有些无奈地说：“这小子下手也太重了。”一笔消，想得美！怎么能消掉？感情扔进山里的不是你儿子，你轻飘飘一句话就过去了。老子不行，他把我女儿扔进山里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死后要遭报应？哎呀，你听我说，如果小草真的是你女儿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她的消息啊。同时，郎安平在心里想着，我和大伯的猜想还真是没错，小草果然不是大房的孩子。只是他的话并没有被魏康听到，对方这会儿正沉浸在给女儿报仇的快感里。你确定小草是你的女儿？那你这么多年怎么不回来接她呀？如果不是那个贪心不足的王氏跑到府城去，我怎么会知道当年孩子被换掉了？魏康说起这事的时候，语气就没有那么强烈了，他也在为自己的迟钝和疏忽觉得愧疚。什么？他跑到府城了？他去府城干什么？他家三小子呢？你见到没有？还能做什么？他把我那假儿子劫走，然后想利用他大少爷的身份得到些好处。至于你说那大房的三小子，我们没见到，估计死了吧。魏康这会儿的语气平和许多，他知道了安庆没有好下场，这心里可算是舒坦了。啊，死了？怎么会呢？怎么不会？之前万县那边爆发瘟疫，可是波及到周边好几个县城，就连府城都被牵连，死的人可不计其数。爆发瘟疫了，府城也有。那郎安平听到魏康这么说，他的心里就是一咯噔。小草之前可是去府城了，算算时间已经过去了小半年了，他是不是也遭遇了不测呀？走吧，既然郎安庆的坟已经被我扒了，我就回去了。魏康这会儿的心情好了许多。你不给爹磕个头，这才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呢。他不配。为什么？郎安平见魏康已经走了，自己回头看了一眼已经被刨得乱七八糟的坟，赶紧快走几步跟上。至于谁先一步刨了大哥的坟，还是明天再说吧。就因为我闺女看见他跟别人厮混，所以他就处心积虑鼓动家里人把一个5岁的孩子扔进山里。他还是人吗？老子没刨他的坟，已经是看在他生了我一场的份上了。什么东西也配我跪他？不可能，怎么可能？咱娘那么厉害，爹他怎么会？郎安平可是记得自家老娘曾经把家里的桌子一巴掌给拍散了，他爹都没说什么，自己爹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你就是个傻子、瞎子、聋子、小人！魏康懒得跟这个二哥说话，这人就是个自私的，要不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儿受苦不管不顾。
不是这样的，是我不好，当初在家的时候也是害怕娘揍我，就一直听她的话，这是我不对啊。哼，完了，你这样说能换回我闺女一条命吗？魏康一个回头，抬起脚就往身后踹。这个老二真是不长记性的，还在这里为自己开脱。兰家所有人都是害死自己女儿的仇人。不是，你怎么说着说着又动脚啊？我今天都被你打成什么样了？我想说的是，小草她没死，她还活着。蓝安平这会儿又是委屈又是生气，自己之前在兰家时确实做得不好。你说什么？你说谁还活着？魏康先是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往回走了几步，单手抓住蓝安平的胳膊，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我说小草之前在山里没死，之前还见过他呢。蓝安平被魏康抓得有些龇牙咧嘴。快放手，你就不能够收住你的力气，那把我给捏碎了。他还活着？你见过他？这是真的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半年前就在我家的院子里，他来看我家的小儿子，不过后来好像去了府城，到现在都没回。你之前说府城那边也有瘟疫，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事儿。蓝安平之前听说府城也有瘟疫，他的心里就是一咯噔，生怕那孩子出事儿。他去府城了？为什么去府城？他和谁去的？一个6岁的小娃娃怎么会去府城呢？他跟自己的先生一起去的，也不知道还回不回了。家里那臭小子都念叨好久了。哼，少跟我提你家那臭小子，他之前可没少欺负我家闺女，老子恨不得多揍他几次。看到对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鼻血还糊了一脸，心里的郁气倒是散了几分。不是，我家那臭小子之前也是被带歪的，离开东河村之后，我们可是没少揍他。现在啊，他跟小草那孩子可亲了，不过你要是不解气的话，尽管揍，老让我替他挨揍，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哼，少不了揍你儿子的，等着吧。魏康一点都不客气，那小子自己迟早要揍的。不是，家里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呀？先是王氏跑到府城，说那假儿子是他亲生儿子，然后我就怀疑这事儿了。后来去问了一个从清溪镇的到府城的同乡那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最重要的是，家里人对小草的极度苛待，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你说那家人是咱们清溪镇的人，没听说过附近的村子里的人去府城了呀？更不要说他还当了什么副将。怎么可能？府城许多人家都知道他家是清溪镇的，而且人家对于咱家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他们告诉我，我也不会去查证那2个孩子的身世。郎安平在脑海里仔细过滤了一遍附近的人，很肯定地说：那人不会是姓封吧？是不是丰年呐？正是丰年封副将。你去他家了？对啊，我听说他是清溪镇的人，才到府城没几个月，就想打听一下家里的情况。你在他家还见到了什么人？你问这个干什么？见到丰年的弟弟丰生，还有他女儿，一个很可爱的小丫头。丰家那小丫头，那就是小草，就是你女儿呀。郎安平揉揉自己有些疼的肩膀，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什么？你说什么？谁是我女儿？魏康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丰家那个可爱又机灵的小丫头是我的女儿，我怕不是做梦吧？我说，你见到的丰家那个小丫头就是你女儿，她是不是叫小草？郎安平看到魏康现在又傻又呆的模样，觉得十分解气。让你耍横，让你打我，这下好了，跟自己的女儿错过了吧？还真有些解气呢。那孩子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只知道她是丰家大姑娘，是丰年的女儿，真是没想到。魏康这会儿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原以为自己的女儿已经被人害死了，没想到竟然早已经见过了，她还过得很好。两人才刚下到山脚下，就见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老爷，有小主子的消息了。哦，你怎么会得到那孩子消息的？魏康有些疑惑，自己也是刚知道的消息，这两人是怎么知道的？是这个孩子，我们送人回东河村的时候，他正在村口徘徊，一见到我们就上来拦住了马车。小土豆，怎么是你啊？小土豆原本见到魏康还有些紧张，他都不敢看魏康的模样，赶紧低下头。我以前见过小草，上次我被掳走后，在镇上医馆见过他还给了我好些吃的，还有书。小土豆今天下午没在村口玩，后来还是朝天变他们带着糖回去之后，在自己面前炫耀，他才知道有个模样很富贵的人在打听兰家的消息，对兰草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在他看来，如果兰草能跟着富贵人离开这里，想必以后也能大富大贵，便眼巴巴地跑到村口去找人。没想到还真让他跟大方碰到了。好孩子，这事我知道了，大方给这孩子1两银子，晚上把这孩子安顿好，明天送你回去。魏康之前虽然已经知道了自己女儿还活着，但是他还是感激这个深夜过来报信的孩子。这孩子啊，睡我家里，明天一早再送回去。
他跟我家小浩也是熟识的，这样呢，他也能够安心一些。郎安平忍着浑身的酸疼，上前说了一句：行，你安排，先上车。我说老三啊，晚上就在我家里休息，你嫂子呢已经准备好了饭菜了。去你家也不是不行，你得让我打你儿子一顿。哼，滚吧你！你看你都把我打成什么样了？哈哈哈，我还是回镇上吧，明天一早就能见到亲闺女，你就不怕我住你家里忍不住打你儿子？魏康这会儿心情极好，还故意大笑着气郎安平：滚滚滚滚滚！你说你那个三弟是怎么回事？怎么下这么重的手？他到底有没有当你是亲哥？哎呦，轻点啊！我这身上这伤算什么呀？你是没跟人一起去，他在身上可是把老大的坟都给挖开了。郎安平咧咧嘴，说了之前在山上发生的事。什么？李氏被吓得惊叫出声，手里的力度也有些控制不住。他疯了不是？埋死人的坟是能随便扒的？哎呦，哎呀，你这个虎娘们，你就不能够轻一点吗？哎呀，哎呀！弄疼你了，实在是你说的这事儿太吓人了，没受住力。李氏被郎安平这么一叫唤，也醒过神来，赶紧定定神，继续揉药酒。你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老三把老大的坟给扒了，你不拦着些？怎么没拦啊？就是因为拦了才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可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老三怎么敢呢？老三和老大两兄弟多少年都不见面，能有什么大的仇怨？能因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老三知道老大一家把小草给扔进山里了，把人给害死了吗？他也是刚知道当初大嫂和弟妹生孩子时把两家的孩子给换了。什么？当初换了两家的孩子？哎呦，想起来了，那时候啊，咱俩刚成亲没多久，大嫂和弟妹还真是同一天生产的，难怪。李氏恍然大悟，原来是两家的孩子被换掉了，难怪大嫂以前对于小草一直爱答不理，原来小草根本就不是大方的孩子，这样很多事情就讲得通了。老三怎么现在才找过来？他前几年都干啥了？现在着急有个屁用？是王氏，他失踪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去府城找三弟一家，想要回儿子。准确的来说，是想让他那个儿子一起的接济他。还真是贪心不足。李氏轻蔑的撇撇嘴，他就看不上王氏这眼皮子浅的样子。那你知道王氏的下场吗？郎安平回想起魏康之前说的话之后，心里还在砰砰跳个不停。什么下场？难不成王氏也？他被人抓住之后没审几句就直接被活埋了。郎安平说起这个依旧无法释怀，没想到有钱人家处置起人来这么凶残，好可怕呀。李氏这会儿也被吓白了脸，还好他没告诉自家媳妇老三扒出来的是一座空坟。算了，这事儿还是不说了，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把人吓成什么样呢。另一边的兰草正跟绯月和丰盛低声讨论着之前看到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是蓝安庆缺德事儿做多了，才会被人这样报复，要不然他的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那你猜会是谁干的？有没有可能是他之前拐卖的孩童的家人？要知道蓝安庆当时可是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我们再见他时，已经拐了好几个孩子在地窖里。那些没找到孩子的过来刨坟也不是不可能。这个很有可能。看来他们心里是真恨蓝安庆这样的人啊。对了，小草，现在魏康已经知道你还活着，如果他要带你回姚家，你会跟他回去吗？丰盛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不去，我是丰家的女儿。兰草回答的极为干脆，他的心里很清楚，姚家不欢迎自己，尤其是那个姚老太爷，他不希望家里有个女娃，要不然当初也不会提议王嬷嬷把人给换掉了。那可是你亲爹，看起来似乎还挺靠谱的，这大冬天就借着查账的机会跑过来打听你的事情，你就不感动？感动有那么一些，只是他现在对我来说还不是很熟悉，我为什么要跟他离开？我在家里不是很好吗？自己又不是没有钱。再说了，姚家人一点都不喜欢我，我上赶着过去被人说教，被人看不起吗？姑娘想怎么做都可以，那个姚家不回也行。绯月适时的插话，他其实也不喜欢姚家，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姚老太爷。这一下我可放心了，你就留在家里，想干啥就干啥，上房接娃小叔也陪着你，咱们不去看姚家人的脸色。丰盛这次可算是安心了，他再也不怕那个魏康有一天要带走自己侄女了。好。兰草心里乐滋滋的，他就知道自己留在丰家才是最自在的。一行三人很快就回到镇上的家里，刘婶之前做好的饭菜一直温在灶上。姑娘二爷，快用饭，饿坏了吧？
回到客栈的魏康洗过澡用过饭之后，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时不时扭头跟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大方说2句话。哎呀，原来封家大姑娘居然是我亲生女孩，我说呢，那丫头怎么那么可爱灵动，处处优秀，力气还那么大，哈哈，原来她是我魏康的主。大方，你说你家小姐是不是很厉害，样样厉害？魏康独自傻乐了一会儿，感觉不尽兴，便把大方拉起来跟自己一起开心。小姐厉害。迷迷糊糊的大方闭着眼睛含糊地应了一声。我就说我这丫头可是有本事的很呢。得到回应的魏康继续在屋子里转圈，忽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走到桌子旁边去推了推大方。大方，我这次出来不是带了那个竹筒了吗？你给放哪儿了？大方这会儿已经累得睡着了。大方，快起来，你帮我找找我之前放进包袱里的那个小竹筒。老爷，我看您今天晚上是不打算睡觉了。行，小的，这就给您取那个竹筒。这会儿还真是睡不着，谁能想到这事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反转？原本以为自己的女儿被人害死了，谁成想她早已经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了，只可惜我并没有认出她来。他离开镇子去东河村的时候，那会儿的心情别提多沉重了，没想到居然在自己这混账二哥那里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小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爷您以后就安心吧。他哪里想得到，一直跟他们同行的封家大姑娘就是自家的小姐。自家老爷之前打听兰家的事情，还打听到了封家2兄弟面前，这个缘分还真是不浅呢。找到了。大方从装行李的木箱里找到了那个雕了花的竹筒，笑着递给魏康。果然是我闺女，这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手艺，还真是了不起呀。魏康把竹筒举到自己面前仔细欣赏，嘴里不停地赞叹。老爷您慢慢欣赏，小的就守在旁边，你有事会小的。大方这次也不想继续趴在桌子上睡觉了，径直走到房间里的小榻上。他知道自家老爷怕是一时半会儿睡不着。去吧去吧，老爷我再乐一会儿。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兰草就从床上爬起来。他和香梨以及斐月、大和他们在院子里晨练了半个时辰，立马骑着大白赶往山里。他们这次离开山上的家已经整整半年，他已经非常想念小辉他们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长大一些。之前听说最近有许多陌生人在镇子上出没，一行人的心里还是有些担心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冲着封家来的，希望还没有找到山里吧。一行人着急忙慌赶往山里去。另一边，他们去哪里了？魏康一脸沮丧地问。他不该起来这么晚的，就该一晚上不睡守在封家门口。姑娘回山上的家里了，估计要住几天才会下来。他回山上了，走，我们跟上去看看。魏康没有犹豫，立马决定也跟着上山去。他想去自家闺女以前住的地方看看，想知道她脱离兰家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老爷，您知道小姐住在山上什么地方吗？那不知道，去老二家问问就可以了。自己确实不知道应该上哪里去找，不过问问老二应该是可以的。老爷，您确定二老爷的家人会让您进院子？您不会被打出去？你这个臭小子，想看老爷我的笑话不是？哼！其实魏康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得劲儿的。昨天晚上他打蓝安平的时候倒是痛快了，这会儿又要上门去，确实有些不自在，还真怕被他家人给打出来。嘿，老爷放心，有小的在呢，一定护着老爷。好小子，算你有良心。哈哈。魏康笑着拍了大方一巴掌，他虽然不怕李氏打自己，但总归是让人没面子的，因此他对于大方有眼色的承诺还是很欣慰的。果然，正如大方预料的那样，两人才刚敲开蓝安平的院门，迎接他们的就是一个挥舞着的大棍子。只是那挥棍子的人让他们有些意想不到。坏人，敢打我爹的坏人！娘，快去喊我舅舅们，那个坏人又来了！蓝浩举着棍子拦在魏康几人面前，一边回头朝屋子里喊。在蓝浩看来，他爹一个人打不过眼前这人，那他就叫上舅舅们，一定能把这人打趴下。小浩，快放下棍子，让你小叔进院子。李氏从屋里出来，一见到魏康几人，脸色也不好看，不过他很快就压下心里的怒意。娘，为什么？我早上都听小土豆说了，就是这人打的我爹，害得我爹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来呢。蓝浩依旧将大棍子横在身前，倔强地拦在大门口。听话，不准胡闹啊！让你小叔进去，别让你爹揍你啊！蓝浩呲着牙，歪着脑袋，任由李氏把自己拉到旁边，不过一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魏康。这人真不是个好东西，打了我爹不说，现在娘还替他说话。不行，我得去找舅舅们告状。他小叔快进屋吧，
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李氏不冷不热地冲魏康说了一句，便扭过头继续跟蓝浩说话。小浩，你不许胡闹，回屋做功课去。说着，还在自家儿子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哼，他是坏人。蓝浩一手捂着屁股，心里更加委屈了，扔下一句话就跑出了院子。二嫂，昨天有些失礼，今天特地来向二哥赔罪。魏康又不是真的不会看脸色，说两句好话他还不是轻而易举。反正昨天晚上该出的气都出过了，难不成老二还能打回来？别开玩笑了。大方上前几步，将手里捧着的几个礼盒奉上，弄得李氏也不好再继续甩脸子，直接将魏康迎进了蓝安平休息的屋里。二哥，是我来看你了。小三你来了，快进来坐。媳妇儿，快给小三上茶。魏康被这样的蓝安平直接给逗笑了。这是谁给二哥涂的药啊？怎么直接化成了乌龟的样子？李氏这会儿也看清楚自家男人脸上的药膏，也没忍住笑了出来。家里那个混蛋玩意儿，怎么把自己爹给画成这样了？这瞬间，屋子几人都对着蓝安平大笑起来。大爹，你的脸，要不我重新给你上药？不用，小浩刚给我上过药，费那事干啥呀？他的话音刚落，屋里几人又一次爆发出一阵哄笑声，一个个都对着蓝安平笑得更厉害了。咋了？你们这是咋了呀？大爹，小浩用药膏在你脸上画了个王八。这个兔崽子，老子打死他！二哥，你坐着休息，让二嫂给你重新涂药膏。弟弟，我去帮你揍那小子。魏康忍着笑意，作势要出去找蓝浩。你回来怎么老是想着揍我儿子呀？二哥，我替你教训他，你看他都给你脸上画王八了，这都不教训。说实在的，魏康对于揍蓝浩那还真的是挺执着的。你回来吧，老子自己会收拾他。蓝安平可不敢让魏康上手。我都被你打成这样了，你还想打小的？要不你再打我一顿得了。看在你这次当了王八的份上，先放过那小子，不过以后总会找到机会揍他的。我闺女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魏康知道今天不能再动手了，他还有事相求呢，不过嘴上依旧放了狠话。小浩现在见到小草啊，怪得跟个孙子一样，那丫头早就将人收拾了2回了呢。行，看在你今天被亲儿子坑了1回的份上，我今天就不动手了。合着我还得谢谢你不是？二哥，别，你还是叫我蓝老二好了，我总觉得你这么客气没啥好事。他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怎么能没气呢？只不过以前在蓝家的时候确实愧对小草，这顿打挨就挨了。那啥，昨天不是气得很了吗？手上没收住力，我就想找你打听些事儿。魏康尴尬地摸摸鼻子，为自己辩解。说吧，什么事儿啊？你知道小草在山里的家吗？我一早去找他，结果又听说他已经回山里了。这天寒地冻的，我也没地找啊。他回山里了？蓝安平噌的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咋了？你这是什么样子？身里有什么不妥吗？魏康被他这个样子也弄得很紧张。哎呀，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有许多人往山里跑，看样子那都是不好惹的。夜里还经常听到山里有兽吼声，也不知道这山上发生了什么。那丫头刚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了山里，万一跟那些人遇到了，那还不得吃亏呀？蓝安平说着就一瘸一拐往屋外跑，他想去几个大舅哥那里打听一下，毕竟他们的消息更灵通一些。就见到蓝浩带着一群人从远处过来，一个个看起来都凶神恶煞。大舅，就是那个人，他打我爹，昨天夜里把我爹打得都躺床上起不来了。小侄子带的什么人过来了？魏康被气势汹汹冲过来的一群人给吓了一跳，大方和老高2个赶紧护在他身前。那是我的大舅哥和侄子们，这臭小子就见不得我被欺负，这不又跑到他舅家告状去了。蓝安平嘴上在骂自家儿子，但是脸上的笑意却怎么也下不去。自从一家人搬到李家庄之后，这日子还真是舒心了很多。可以啊，你在李家的日子不错呀。魏康说话的语气有些酸，同样是岳家，老二在李家就很有地位，要不然那么多大舅哥可不会来看一眼，自己在姚家就是个千房万房，只比那些下人好上一点点，还真是大舅哥和侄子们可护着我了。蓝安平不无得意地炫耀着。嘿，小三，你别退呀，有我在还能让你挨打。蓝安平幸灾乐祸地冲着魏康挤眼睛。妹夫，你有没有事啊？小浩说你被人打了。为首的中年人瓮声瓮气地问，目光还时不时地扫过被人护在后面的魏康。大哥，别听那小子乱说，这是我三弟，昨天刚从府城回来，我俩呢闹着玩呢。蓝安平赶紧迎上去解释，可不想大舅哥们跟魏康对上，
估计双方都讨不到好。是这样吗？妹夫，你们这是要出门？李氏的几个哥哥也不是没有眼色的，知道人家是兄弟两个，就算是打了一架，也不是自己这些外人可以插手的，便顺势转移了话题。我们打算上山去看看。小草那孩子昨天刚回家就一头扎进了山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要知道那山里可不如以前安全了。小草，就你那侄女，现在确实不是进山的好时机啊。李家三哥适时的插了一句嘴，要不妹夫，我陪你去，咱们人多，以后有个照应。那就多谢几位哥哥了。魏康也适时过来向李家几人道谢。爹，我也要去找我姐。蓝浩这会儿听说蓝草回来了，便兴奋的闹着要去找人。兔崽子，今天往我脸上画王八的事情，回来再找你算账。郎安平黑着脸把人拦了下来。爹，我可没有给你画王八，是在给你上药呢，你可别冤枉我。当他们回到院子外面的时候，直接被破破烂烂的院子给弄懵了。只见用竹子做的大门倒在一旁，之前用竹子围成的围墙这会儿也破烂不堪。家里出什么事了？怎么会变成这样？蓝草一眼就见到自己的房子被糟蹋的不成样子，两个屋门被卸下来扔到一边，还有屋里许多物品也被砸得稀碎，扔在院子里。一看到这个情形，一时没忍住，红着眼眶直接哭了出来。这里的房子是他当初和丰年一点一点盖起来的，当时山上住的几个人只剩下自己，白霜被送到庄子上了，丰收回了秦家，丰年就更远，直接跑到了西北。没想到现在连他一点一点盖起来的房子都被人毁成这样了，他的心里怎能不恨？丰盛抿着嘴从蓝草家里出来之后，赶紧回了自己家。几人来到丰家一看，几个房间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也被挖得坑坑洼洼，就连灶房的大锅也被砸了个大窟窿，就连灶台都被砸坏了。还好当时离开的时候没在这里留下什么，重要的东西都交给小丫头保管了。大河，你跟我去地窖看看。蓝草红着眼睛站在院子里，忽然想起自己之前在地窖里留的10几坛子酒。来了。没过几息时间，大河从地窖出来了。姑娘，地窖里什么都没有，也不像是放了东西的样子，要不然就是之前搬走了。那应该是之前就被搬走了，没糟糕东西就好。蓝草兴致不高地回了一句，姑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斐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什么也没有发现。大白小白，你们别跑呀！他们这是怎么了？以前虽然喜欢疯跑，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呀！是出了什么事？姑娘别着急，我看大白和小白他们似乎在找什么。他们在找什么？蓝草更加疑惑了。忽然他听到了几声极其微弱的吱吱声。小灰、小金、小金、小灰是什么？他们是2只猴子，我上山时跟一群猴子处得极好，里面有许多伙伴。在那边。很快他就看到不远处山崖上面一棵大树上挂着一只小猴子，过去看看。蓝草顺着斐月指的方向就率先冲了过去，嗖嗖几下就爬到了树上。尽管已经看了许多次，斐月还是被自家姑娘这熟练的爬树技能给惊着了。自己的身体也算是灵活的，可是比起对方还是有些差距。蓝草爬到树上之后，这才看清楚树上那只猴子的模样，只是这一眼让他目眦欲裂，整颗心脏都跟着抽痛了一下。他双手颤抖着将已经昏死过去的小猴子抱在怀里，眼泪一颗颗顺着脸颊滚了下来。小灰，小灰，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筒，清洗着小灰身上一道道深深浅浅的伤口，顺便将那些水喂给小灰喝一些。斐月飞身上树，想要过来帮忙。姑娘，这是您认识的猴子吗？这就是小灰，他受了很重的伤，我们把他带回去，你小心一些吧。好，奴婢会小心的。斐月也看到了这只小猴子脖子上的木雕，看模样跟大白和小白脖子上的差不多大小，想来这也是自家姑娘给雕的吧。他们两个从来没见过这么虚弱的小灰，一个个都急得咩咩直叫唤。大白、小白，你们安静一些，我们这就给小灰治伤。奴婢这里有上好的清创药，给他清洗一下就上一些。斐月以前没少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对于处理外伤很有一套。不知道是不是清洗伤口太疼了，还是之前蓝草喂他的清泉水有了效果，之前已经晕过去的小灰居然轻微挣扎了几下，然后慢慢睁开了没什么神采的大眼睛。他的双眼湿漉漉地盯着一脸担忧的蓝草，一只爪子也紧紧地拉着他的衣服。小灰，你别怕，斐月给你上了药，你很快就能好起来了，到时候我再带你在山里玩。
小辉听了蓝草的话，大颗大颗的眼泪开始往下落。小辉只能抬起爪子，指了指两人来时的方向。这一次，蓝草算是看明白了，小辉是在说家里出事了。放心吧，加倍回来还可以再见，我一定要抓住打伤你的坏蛋，给你报仇。